男孩1岁生日当天，奶奶竟请来了东北5位老仙的雕像，让他抓周，抓到哪位就要跟哪位去修行。可没想到男孩只是看了一眼，便爬到了奶奶的香案前，把桌上供奉的那尊纸阎王给抱在了怀里，随即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把纸阎王的2颗眼珠子抠下来，塞进了嘴里。在场的人见状说，这孩子肯定要继承家里的衣钵，日后肯定是人间活阎王。可爷爷奶奶见到这一幕，却被吓得半死，立马打断了抓周仪式，用一口棺材把男孩给封印了起来，随即吩咐道：从今起，我退出江湖，一心修行，此生不再泄露半点天机。第二，奶奶给孙子取了个贱名，叫李三坡，翻译过来就是李三瘸子。这么做是希望阎王爷大人有大量，别跟孩子计较。而到了男孩识字的年龄，奶奶却不肯传他本事，怕被阎王惦记。可爷爷不信这个邪，偷偷教我风水命理。我打小就远比别的孩子聪明，3岁能背易经，4岁就会默写奇门遁甲了。写完我拿去给爷爷看，爷爷看了整整3天，叹着气对我奶奶说，这孩子以后必是风水圈里的大妖孽。就在我以为自己日后能当上东北最强风水师的时候，我竟然瞎了，毫无兆头的去医院看过，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失明后，爷爷一声不吭，铁青着脸出了门，奶奶死命拦他，你要去那个地方，你不要命了。为了三坡，我必须试试。爷爷一把推开他，大步离去。爷爷走后，奶奶嚎啕大哭。7天后，爷爷回到家，往我怀里塞了个纸盒子。三坡，这东西能治你眼睛。我来不及细问，激动地抱住纸盒，却听到了奶奶惊恐的尖叫：老不死的，你的脸不对劲啊！爷爷笑呵呵道，下面黑漆漆的，一不小心让一个阴女子摸了我的脸。不碍事，爷爷，下面是哪？什么是阴女子？我边问，手边伸进盒里一摸，是空的。可爷爷啥也没说，当天夜里就断气了。爷爷走后，我奶奶受了刺激疯了。白天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唱阴森的戏文，夜里去村后的黑坟圈子拿坟头的贡品吃。而这段日子，我学会了自己生活。每到夜里，我总会拿出那纸盒细细摸索，它已经被我盘出包浆了。我依旧不甘心，这是爷爷拿命换来的东西，它能治我的眼睛。日子过得极慢，我习惯了在无边黑暗中独处，也彻底失去了康复的希望。这天，媒婆王姐不请自来，说是爷爷当年给我定了个娃娃亲，姑娘是城里大户，所以是来退亲的吗？退啥亲啊？王姐一拍大腿，你失明的是人，姑娘早知道了。可人家说了，这辈子非你不嫁，你瞎不瞎的人根本不在乎。姑娘我带来了，你俩好好唠啊。说着王姐就出去了。我沉默片刻，瞧向对面的黑暗。妹子，你多大？怎么称呼？回答我的是一片死寂。好一阵过后，大门咔嚓一响，姑娘终于是走了。等他们走后，我独自在家里打坐，一直到有些尿急，下炕去解决。谁知拉链刚拽下，就听身后传来个软糯的声音，我帮你扶着吧。我吓得一激灵，你没走啊？那姑娘轻声说，我一直都在。我狼狈地逃了出来。这事想想挺恐怖的，从王姐离开到现在，至少过去了2个多小时。这期间，一个陌生女子一直在近距离寂静地注视着我，而我甚至连她的呼吸声都没听到。姑娘坐到我身边说，你别怕，我是来履行婚约的，仅此而已。我终于闻到了她的香味，那是漫山遍野的栀子花香，带着极度危险的野性。我叫欧阳威，22岁，当年是你爷爷和我爸定的这门娃娃亲，不信你去问你奶奶。我将脸转向她，定不定亲其实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一个残疾人，你图我什么？欧阳威愣了下，轻声说，我倒没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觉得遵守约定是生而为人该有的品格，仅此而已。再说你很好看啊，和我很般配，至于你是不是盲人，我真不在乎，大不了我赚钱养你。我正要说话，隔壁屋的奶奶喊了句，三坡，还不开饭吗？光顾着说话，忘给奶奶做饭了。欧阳威道，你歇着，我来。他立刻去厨房忙碌了起来。这姑娘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信。我知晓人性的恶，摸着拐杖，我悄无声息地喊来奶奶。奶奶，咱家和欧阳家定过亲吗？奶奶摇头，没听说过。她毒蛇般的眸子看向厨房忙碌的欧阳威，突然尖叫起来，害死你爷爷的阴女子找上门了，三坡，你快杀了她！见状我无语摇头。奶奶时常说疯话，爷爷死后，她管所有女人都叫阴女子。不一会，欧阳威就做好了饭菜，招呼我们入座。跟奶奶吃着吃着，突然说了句，你没影子？有啊，这不是吗？奶奶不说话了。其实欧阳威是人是鬼，奶奶完全可以去问老仙。蛇仙的眼光是最毒的，奶奶供奉的是即将化蛟的蛇仙，道行深不可测。但爷爷的死对奶奶打击很大，发疯后，奶奶已经太久没跟老仙说过话了。吃过饭，奶奶回屋唱音戏。欧阳威收拾了碗筷，坐在我身边说，可惜你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伸出手，可以摸摸脸吗？欧阳威抓着我的手，按在了他的脸庞上。我仔细抚摸她的五官，这姑娘才22岁，美到惊心动魄，让人不敢亵渎。我好看吗？一般吧。我口是心非道，不早了，你回吧。
别再来了。欧阳威痴痴笑着，我们还没拜堂呢。我语气中带着怒意，我不认识你，请你立刻离开，先洞房后拜堂也行。我大怒，扑去抓他，一番折腾下来，我累得气喘吁吁。随你吧，我懒得再说什么了。我脱了衣服躺上床，听动静。欧阳威大概是躺在了沙发上，我睡不着，陪我聊会儿呗。我也是闲着无聊便听了起来。从他口中我得知他是学心理学的，专门学催眠的，说不定能通过催眠让我重获视力。说完，他又突然起身朝我跑过来，对我小声说道：“你家多了3个人。”我后背顿时起了层细密的汗毛，右手一翻，握住了枕下的匕首。我的第一反应是欧阳威的同伙来了，一切都是他密谋好的。他唯一忌惮的奶奶已经入睡了，此时下手刚刚好，理由很简单，他表现得太平静了。正常姑娘遇到这种事早吓得失声大叫了，她却一点都不怕。一男两女3个人并排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欧阳威并没有察觉我的举动，继续在我耳边通报着。怎么办？不是他。对此我竟有些失望，用指尖在欧阳威掌心写了样貌2字，头戴暗黄色斗笠，身穿大红色的纸衣、纸裤，赤脚，每人手里拿着根钓鱼竿，背上还扛着个蛇皮口袋。欧阳威认真汇报道：“是湘西来的捕蛇人，捕蛇人和供奉蛇仙的地马，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却有着不共戴天的死仇，这是冲着奶奶来的。怎么办？你怕吗？”欧阳威问我。我用指尖在他掌心上写下段话：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别怕。写完，我看向门口那3人，阴阴的笑了。就你们这点微末道行，就敢来东北撒野，不是作践自己吗？滚回湘西吧！那3人并不答话，犹如3只尸体，直挺挺地站了很久。终于，右侧那个长发女子冷哼着笑了，一个瞎子口气倒不小，想死尽管出手。我不再理睬他们，翻身就睡。那3人站了好一阵，突然依次发言：他是瞎子，却能看见我们，还知道我们是湘西来的，他不对劲。3人语调宛如地狱的丧钟，尖细而阴损。接下来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不知过了多久，欧阳威推了推我，李三坡他们走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后背竟让冷汗打湿了。刚才的处境实在凶险，差一点我就命丧黄泉了。可就在这时，我回想3人临走前说的话，总感觉怪怪的。他们刚才似乎并没有看到欧阳威。我直接问欧阳威：“他们看不到你吗？”欧阳威没回答，而是笑着夸赞我：“你心理素质真好，临危不乱我可做不到。”他不肯说，我也没再过问。这3人肯定不能就此罢休，还会再来的。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思来想去，总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只能去求老仙了。我们该躲起来，把奶奶也带上。欧阳威建议道。气场早被锁定了，没用的，睡吧。我立刻否定道。欧阳威嗯了声，躺回沙发上。这天夜里，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我穿越成了死刑犯，跪在刑场，快要被就地正法了。奇怪的是，刑场居然设在了市中心，周围都是崭新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可我注视四周，却看不到半个活人。我们10几个囚犯站在小凳子上，每人脖子上都挂着根上吊绳，一个满身血污的白大褂正在挨个踢凳子，被吊住的人痛苦地挣扎着。很快就要轮到我了，可我却在笑。梦里的我终于恢复了视力，我能看清一切的感觉真好。这时我身旁一个头发很长、五官模糊的囚犯将嘴贴到我脸跟前，阴阴地问。第一次我有些懵逼，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时间了，我教你个手势，看好了。那一刻我突然福至心灵，集中神智，死死盯着那人的手。我从未见过如此繁杂的手势，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灵魂的救赎之道就在其中。当那手势完全施展开的刹那，时间静止，阴阳反转，连黄泉都逆流了。我惨叫着从睡梦中惊醒，立刻施展刚学会的手势。我确信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没用，什么都没发生。我依旧瞎着，做噩梦了。耳边传来欧阳威的声音：“是啊，梦见咱俩真结婚了。”欧阳威也不生气，递来条湿毛巾，告诉你个好消息，那3个捕蛇人上吊自尽了。欧阳威刚才去买早点，看到昨晚那一男2女把自己吊死在了村口的老秃噜树上，每人脚下各堆着一团熄灭的篝火，似乎是死前被人炼过尸油。我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是狂喜。刚开始我以为是奶奶出手了，可我去问奶奶，她却说昨晚压根就不在家，她在坟圈子过的夜，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捕蛇人。奶奶从不撒谎，出手的是欧阳威吗？我问欧阳威，是你干的吧？屋里半天没动静，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欧阳威走了，连行李都带走了，大概不会再来了。我皱着眉，盘腿坐地，冥思苦想。目前有2件事急需解决，首先湘西那边后续肯定还会来人，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尽快想出应对的法子。第2件事更要命，我没钱了，之前为了治眼睛，钱花了不少，眼睛却始终没治好。后来前女友找来哭着跟我说，她弟弟王赌欠了债，问我借20万周转，还说以后做牛做马也要还我。我没犹豫借给他了，可女友拿到钱直接就把我拉黑了。当我正为钱犯愁的时候，
村里的宋老歪打来电话，急切地说：“李师傅啊，你赶紧来我家一趟吧，我家出大事了，解决完给5000。”听到这，我急忙收拾了一下，握着拐杖就出门了。可刚走到村口那边，欧阳威空灵的声音响起：“我搀着你去吧。”紧接着，姑娘纤细的玉臂缠到了我胳膊上，我皱了皱眉：“你没走啊？刚去村口看热闹了，好吓人啊！法医都来了。”欧阳威语气有些不悦：“你怎么老盼着我走啊？我当你的眼睛不好吗？我说我是个废人，你跟着我迟早会后悔的。”欧阳威不在乎道：“哪天真后悔了，把你甩掉也不迟。我在他手心写字，你杀那3人的时候没被外人瞧见吧？”欧阳威有些无奈：“我从小到大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呢。李三坡，你这人很多疑啊。”正说着话，我突然听到前方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快看啊，那不是李大师李三坡吗？如今成瞎子了，哈哈！我没搭理他，可王秃子却上前拦住我。急什么？瞎子去哪儿啊？去宋老歪家。王秃子嬉皮笑脸：“宋老歪咋没来接你呢？你都瞎了，自个儿咋去啊？不迷路啊？自个儿？”我后背唰的一凉，我身边明明站着欧阳威，可在场的这些人居然都看不见他。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玩意？高富贵装模作样上前：“秃子，过分了啊！别欺负我兄弟。”高富贵和我同龄，曾是我最好的朋友。失明后，包括高富贵在内，整个世界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我从人间坠入了地狱，属实狠狠体会了一把人性的恶。今儿我结婚，把大伙都喊来了。高富贵递过来根烟，刚好你在一会吃席去。我没接。高富贵有些尴尬地笑着：“你知道我跟谁结婚吗？你的女朋友孟诗诗。”我听得波澜不惊。有次高富贵带孟诗诗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两人在外屋乱搞。孟诗诗偷骂：“讨厌，别被他发现了。”高富贵贼笑：“被发现才刺激呢。”我当时全听到了，但我没吱声。这段日子我学会了控制情绪，也懂得了隐忍。正好孟诗诗也在。李三坡，你别多想啊，我并不是因为你瞎才和你分手的。其实你各方面吧都挺优秀的，就一点不好，没钱。富贵是没你帅，没你聪明，但人家至少有份好工作，将来发展空间大。你一个臭算命的，以后能有啥出息呢？说完，他还贱兮兮地问我：“你不会生我气吧？他一个瞎子生气又能怎样？”高富贵很是不屑：“三坡，不是我说你，以前别人都说你是个不祥之人，我还不信，现在想还真让他们说对了。你爷爷是被你克死的，你奶奶也被你气疯了。你说就你这样的丧门星，诗诗跟着你不等于害了他吗？”他俩当着我的面唱开黄梅戏了。高富贵故意大嗓门冲众人炫耀：“诗诗，多亏你分手前管他借了20万，这笔钱勉强够咱俩婚房的首付了。”孟诗诗笑嘻嘻：“反正没借条，他打官司也赢不了。”欧阳威全程旁观，这时也气到全身发抖，不停用胳膊肘捅我：“快开始你的表演！”我听声辨位，一把拿捏到高富贵的狗头，微笑抚摸穿我穿过的破鞋，吃我吃剩的馊饭，就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了。摸着狗头，我又冲孟诗诗叹气：“宝，你真傻，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罪，还给我打过3次胎，那20万是给你补身子的，我咋舍得要回去呢？”话说完，我最后看向王秃子，冲他比划了一个阴森的手势，转身离去。高富贵愣在原地，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就听啪一个大嘴巴子，后方传来高富贵的怒骂：“烂货，你给他打过胎！”孟诗诗捂着脸大哭：“他的话你也信？你敢打我？这婚我不结了！”后边发生了啥我也没听。一路来到宋老歪家，李师傅来了。宋老歪拉着我说，他最近睡觉总感觉背后有东西对着他耳朵吹气，冰嗖嗖的。然后他就开始倒霉了，先是他婆娘好端端的突然摔断了腿，紧接着宋老歪开车出门让人给碰了瓷，对方有关系讹他一大笔钱，说不给就坐牢。然后呢，他儿子让人设局，这些年辛苦打拼赚来的钱一把全被诈骗走。儿子一时想不通，竟差点寻了短见。儿媳一看情况不对，开始闹离婚。宋家这几天属实被闹得鸡飞狗跳。前段日子村里来了个南方道士，宋老歪请人家来看风水，说他家这祖宅犯了8煞黄泉，之前没发作，是被一条龙压着，现在龙飞走了，出事是难免的。当时宋老歪也挺害怕，就问那道士调具体怎么调的。宋老歪说不清楚，好像是画了几张符贴到房梁上，又画了几张烧成灰，让宋老歪兑水吞服了。谁知道士走后，宋老歪不但没转运，反而更倒霉了。儿子儿媳天天打架闹离婚，给宋老歪的婆娘直接气住院了。宋老歪弄的是焦头烂额，这才终于想到了我。我们正在院子里说着，高富贵那帮人跟了进来。王秃子指着我大喊：“宋叔你好糊涂，怎么请来个瞎子看风水啊？李三坡都瞎好几个月了，连东西南北他都不认，他咋看？”宋老歪还不知道我失明的事，有些困惑。
王秃子上前冲我比划手指，你不信，那你让他说这是几，是3。一旁的欧阳威提醒我道，我摇头，这个其实没作弊的必要，你信我就给你看，不信拉倒。最近是染了些眼疾，但不妨碍我看风水。我如实对宋老歪道，众人听了纷纷哄堂大笑，高富贵笑得差点当场去世。李三坡，你能看风水，猪都要上树。以前你也许懂点风水，但现在你都瞎了，还搁这装啥高人呢？你骗骗外人也就算了，同村的你也骗，你特么还是人吗？孟诗诗也跟着泼脏水，这事以前我不好意思说。李三坡本来就是个江湖骗子，他根本不懂风水，全靠一张嘴忽悠。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李三坡亲口告诉我的。好多被他骗过的人，这会还在到处找他呢。面对这些人的诬陷，我并没有辩解。一旁的欧阳飞提醒我，给这些人一闹，宋老歪看你的眼神不对了。我缓缓道，宋叔，你信我还是信他们？随你。那帮人还在唧唧歪歪。宋老歪略一犹豫，进屋说吧。我一进屋就有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来到客厅稍作停留，就对宋老歪说，你家好久没住人了。宋老歪连忙说是，宋家早在县里买了房，村里这套祖屋常年空着。我点头，搬回来住吧。宋老歪愣了愣，那李师傅，这八煞黄泉你有法子破解吗？我无神的双眼看向宋老歪，搬回来住几天自然就破解了。宋老歪不吱声了，他活这么大岁数，可能都没见过我这样的风水师，当场傻眼了，连那帮看热闹的都呆住了。就这，进屋不到3秒，啥都没干，完事了。李三坡，你骗钱骗的也太敷衍了吧？王秃子嘴里连喷唾沫星子，连人家专业老道士都说这房子是凶宅，住不得。你可倒好，张口就让宋叔搬回来，你这不是存心害人吗？在场也有年长的帮我说话，你们这些小年轻积点口德吧。李家二老当年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半仙儿，李家的后人又能差到哪去？高富贵扑哧一笑，那是以前，如今他爷爷死了，奶奶疯了，李家就剩他一个瞎子。王秃子表示赞同，一条死鱼罢了，还能翻身不成？他家都穷的都揭不开锅了，要不他能舔着张脸出来行骗吗？我始终不做争辩。宋老歪也犯了难，把我拉到一旁小声道，李师傅，性命攸关，咱可不敢乱来啊。我笑了笑，伸手管他要钱。宋老歪显然不信任我，但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不给钱吧，面子上又过不去，最后给了我50。看在你家长辈的面上，这钱你拿去买袋米，以后啊别再出来骗人了。哎，你快走吧。宋老歪对我很是失望，我既不回应也不辩解，拿出笔在那50块钱上写了个大大的种字，叠好塞回到宋老歪手里。在众人的笑骂声中，我和欧阳威径直离去。来到外面，欧阳威好奇道，我不懂风水，但就连我也觉得你刚才有点敷衍了，你能解释下吗？不太好解释，等着吧，回头你就知道了。倒是你。我停下脚步，望向身旁的欧阳威，为什么除了我和奶奶，其他人都看不到你？甚至你当着我的面说话，他们都听不到。欧阳威倒不隐瞒，直言不讳道，他们能看到，也能听到，只是他们的潜意识选择忽略了我。我皱了皱眉，催眠术。对啊，欧阳威很认真道，我说过我要当你的眼睛，而且有一天我要用我开发的术让你恢复视力。我嘴唇突然颤抖了下，内心有些东西在涌动，又被我强压了下去。随后我们便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村里出了件大事，高富贵跟孟诗诗结婚席间，王秃子也不知是喝大了还是中邪了，突然抓着把剪刀，恶狠狠地扑向新郎子高富贵。凭什么我都30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你个臭篮子皮却能娶孟诗诗这么好的姑娘，你不配，你知道吗？王秃子像变了个人似的扑倒高富贵后，抄起一把剪刀，朝着高富贵的要害一顿乱剪。所幸高富贵裤子厚，没伤到根本，但腿上还是见了红。当时场面混乱不堪，高富贵跟王秃子扭打在一团，高富贵一把夺过剪刀，朝着王秃子疯狂反剪，最终高富贵成功得手。王秃子喜提太监身份，哀嚎着被送医抢救。高富贵喜提牢犯新娘子，也就是我前女友孟诗，实则受了刺激，当场休克。全过程欧阳威亲眼目睹。小姑娘兴高采烈冲我报完喜，又很是疑惑道，我记得你之前冲王秃子比划过一个手势，结果当天晚上王秃子就出事了。我听完也很是困惑，我冲王秃子比划的手势是从梦中囚犯那学来的，当时我比划出来也只是想吓吓王秃子，并不指望他能管用。但结合王秃子在婚礼上的反常表现，我就寻思这事吧很不对劲，劫来的真快。欧阳威叹着气，只能说王秃子跟高富贵活该，只是不知你的前女友此时作何感想。深夜，欧阳威呼哧呼哧的屋里搬重物，听起来很吃力，要帮忙吗？不用。欧阳威小嘴喘着气，轰的一声将重物放在地上。沙发睡着太窄，你又不让我上炕，我就买了张床。我笑着叹气，真就赖上不走了。可下一秒笑容僵住，我摸了他搬来的不是床，而是一口铜棺材，棺材摆放的离我极近，我都能闻到上面的铜锈味。你冷不冷？我突然问欧阳威。不冷。我故作老练，
嗨，买棺材也不跟我说声。隔壁村的蒋老二我认识，给你进货价。欧阳威翻了个身，我这个也便宜，2手的。我头皮嗡的一炸，不敢吱声了。欧阳威扑哧一笑，逗你玩呢，瞧给你吓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别问，放心睡。每个人都有秘密，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我思来想去，决定单刀直入。妹妹，哥这辈子没做过啥亏心事，你就给哥来句痛快话，你到底是不是个人？欧阳威爬出棺材，在我耳边吹了口香气。哥，我是人，我真不骗你。好，我信你。我笑着盖上被子，枕头下爷爷留下的桃木剑已被我掌心的冷汗打湿。欧阳威摸了摸我的脸，躺下睡了。我又做了那个梦，依旧是那个阴森的白大褂囚犯。学会了吗？教我手势的长发囚犯语气焦急地问我。我点头，学会了。那你来一遍，我看看。我惊悚地环顾四周，一脸茫然。这是哪？我是谁？没工夫扯犊子了，快！那人显得很是焦急，我按他教的比划了一遍，那人看了直摇头，太慢，动作也不对，再来一遍。我又试了一遍，先这样凑合吧。那人看向不远处的白大褂，我太虚弱了，只能靠你了。等那阴畜生靠近，你对着他来一遍，咱哥俩是死是活，就看这一遭了。我死死盯着白大褂，当他靠近的刹那，我做出了那个手势。下一秒，最诡异的事发生了，那白大褂走过来后，竟忽视了我俩，去踢后面的凳子了。走，我俩用下巴甩开吊绳，跳下凳子，又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钥匙，打开铁铐，扬长而去。从始至终，那白大褂竟然没察觉到丝毫异样，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梦到这里悄然而止。惊醒后的我擦着脸上的冷汗，心中惊疑不定，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居然能把噩梦当连续剧做。好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倒没再做过阴梦，每天都是一觉到天亮。欧阳薇依旧住在我家，这姑娘很勤快，每天收拾屋子、做饭、买菜，一个人全包了。就连我疯奶奶都开始夸着闺女孝顺了。这段时间，我时常独自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等一个翻身的机会。这天，我从欧阳薇口中得知，宋老歪从哈市请来个风水大师，大师名叫马毅，不怒自威的气势，第一眼印象像极了退休的老干部。欧阳薇好奇极了，想看看马毅是个什么水平，就也跟了进去。宋老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地请马毅进屋。马大师，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可算把您这尊真神盼来了。马毅摆了摆手，最近是有点忙，昨天刚回哈市，我的上门费是3万，其他费用另算这个，你知道吧？宋老歪额头轻轻一跳，一脸肉痛。马老师，那您看我家这情况，搞下来一共得多少钱啊？马毅坐在那闭目养神了半晌，开口道：大概7、8万。当时别说宋老歪了，连欧阳薇惊的都合不拢嘴，看个风水都能这么贵的吗？看来宋老歪请来的还真不是一般人。谈妥价格后，马毅起身，开始一间间屋的看，前后看了半个多小时，马毅这才开口道：那道士说的没错，你家的格局是犯了8煞黄泉，可他却没瞧出这是8煞黄泉中的白虎黄泉。简单讲，就是你家下面埋有阴骨，也就是多年前的死人尸骸。这阴骨和你父子八字相冲，又犯了白虎位的凶神，处理起来是有些棘手。先挖开地基取骨，然后马毅正说着，却被宋老歪激动地打断：嗨，还得是马老师您专业，之前我请李三坡那个瞎子来，真是耽误事，我多亏没听他的。宋老歪提起我，立刻引起了欧阳薇的警觉。这姑娘会催眠术，连马毅都没察觉到她的存在。李三坡，马毅随口一问：哪个李三坡？宋老歪把那天我来看风水的事说给马毅听，谁知马毅听完，原本耷拉着的眼皮突然猛地睁开。他写过字的钞票还在吗？快拿给我看！马毅情绪激动，国字脸涨得通红。宋老歪一愣，慌忙从兜里摸出钞票递过去，死死盯着我写的种字。马毅身体颤抖，嘴唇不停哆嗦着。世间竟有这等鬼才，我不信，我不信！马毅丢下钞票，激动地起身。那位盲人家住在哪？快带我去，我要见他。我听到这问欧阳薇，人来了吗？在外头候着呢。我冲门外咳嗽一声，进来吧。不一会，脚步声进了屋，来人正是马毅。他毕恭毕敬地冲我道：鄙人马毅见过李老师。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叫我三坡就行了。坐啊，是李老师。马毅搬来张凳子，坐在我对面。宋老歪也来了，明明是他花重金请来的大牌风水师，在我面前竟这般客气，估计宋老歪此时的表情一定很丰富。环顾四周，马毅不禁唏嘘，世道变了。李老师一手惊天造诣，却生活的这般朴素，真是不像话。我摆了摆手，农村人清贫，日子过惯了，倒让马老师取笑。不敢不敢，李老师谦虚了，简简单单一个字就破解了最棘手的白虎黄泉。我听说那天您从进屋到解局只用时不到3秒，我费了半个多小时。
看出来的东西远不如您看得深刻，我真佩服您的眼力。马毅这一顿尬吹，弄得我很不自在，下意识去摸欧阳威的手，还好他就在我身边，眼力。宋老歪一直没吭声，这会儿终于坐不住了，他是盲人，他哪来的眼力？你俩说的东西我咋听不懂呢？马毅微微一笑，给宋老歪解释道：你看这个种字上面加个点就是家了，这个点啊可以代表烟囱，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一个种一个家，一点之差，少了烟火气，意思相差万里。宋老歪挠着头问种，是孤坟的意思吧？对啊，李老师写这个字就是在提醒你，你家常年不住人，再不弄点烟火气进来就要成孤坟了。宋老歪听得大梦初醒，不停点头称是。随后马毅又道：你立刻带着家人搬回来住，至于那3万上门费你别给我，直接给李老师。是。宋老歪点着头，汗如雨下。那个李老师，之前我有眼无珠冲撞了您，我就一老农民，没什么文化，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说。宋老歪当场转账给我2万，又回家取来1万现金，再三感恩道谢，这才离去。我以前看风水最多的一次也只收过800，这突然3万到手，我只觉得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我和马毅喝茶闲聊，快到下午饭点，马毅喊来女助理去天龙大酒店打包几个菜，再弄2瓶毛子2条华子，快去。女助理连声答应，带着司机走了。马毅给我发了支烟，我来的匆忙没什么准备，但今晚必须和你好好喝几杯，还望三婆肯赏脸啊。客套的环节略过。女助理走后，马毅又问了些我家里的情况，停顿片刻，他突然毫无征兆地来了句：这位小姑娘不知怎么称呼。当时我和欧阳威都一惊，欧阳威正背靠着我发呆，急忙起身戒备地瞧向马毅：你能看到我？马毅微微一笑，刚才在宋老歪家我就瞧你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的，只是没点破罢了。你这个术有点意思，是障眼法吗？可你瞒得住旁人，却瞒不住我。欧阳威有些不爽的轻哼，老师傅眼神不错，佩服。马毅连忙客套，老眼昏花的让姑娘取笑了，不知姑娘是李老师的什么人？欧阳威直言道：我是他未婚妻。马毅竖起大拇指，当真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欧阳威咯咯笑道：你这人说话倒挺好听。这时我奶奶端着盆尿进屋，三婆还不开饭吗？我指着马毅介绍：奶奶，这位是马毅马老师，哈市来的大风水师。马毅上前问好，谁知奶奶看到他突然怒骂道：好厉害的没脸子，居然连阴身都练出来了，我倒要试试你的能耐。说着奶奶直接将那盆尿一股脑泼到了马毅身上。我听后连忙起身替奶奶道歉。自从我爷爷死后，我奶奶就一直疯疯癫癫的，马老师你别在意。可马毅却面不改色的冲奶奶鞠躬，抓着奶奶的手毕恭毕敬道：久闻老前辈大名啊。我刚才还想说要给前辈的堂口上几炷香，好好磕几个响头呢。马毅从始至终脸上非但看不到丝毫怒意，反而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欢天喜地，仿佛奶奶泼的不是尿而是金子似的。随后进屋换了套衣服，洗干净头脸后，女助理打包的饭菜来了。饭桌上，马毅给奶奶夹着菜，对我道：我刚才和老太太握手时顺势把了她的脉，我怀疑老太太的情况很可能是修行走火入魔了。我曾学过一手针灸，不如回头让我试试，说不定能管用。我连忙道谢，眼下湘西那边随时会上门寻仇，奶奶要是能好转，到时候有老仙坐镇，还怕哪门子的捕蛇人？马毅给我倒着酒：三坡，你这么年轻，手段又高，你难道就不考虑出来发展吗？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合作，我手上的案子多，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马毅语气真诚地对我道：然后每个案子我只收你2万的介绍费，剩下的全归你，怎么样？有这种好事，我没急着回答，而是问一旁的欧阳威：你怎么看？我觉得挺好的，你也别怕行动不便，我反正始终陪在你身边。我思索片刻，点了点头。马毅很是高兴，我们说好，等他给奶奶针灸完，我们就搬去哈市，住处由马毅安排，不用我们操心。随即马毅又问我会不会通灵，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马毅，我对通灵一窍不通，当年我爷爷也并没有教过我通灵。马毅嗯了声，略显失望，问题倒不大，这方面我有经常合作的高僧可以帮你。那斗法这块呢？我又摇了摇头，就听吧嗒一声，马毅的筷子掉在了地上。马叔，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欧阳威不解地问他。没事，干笑了几声。马毅问起我的过往，听我说完，他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你的理论知识很顶级，却对斗法一窍不通。欧阳威问，所以什么是斗法？马毅犹豫着，似乎在下一个很大的赌注。思考良久，他终于开口道：我手上没小案子，每一个拿出来都是能要命的，毕竟利益大，风险也就越大，自然也就涉及到同行的竞争。马毅告诉我，风水师这个圈子见同行如见阎王，甚至有些案子本身就是同行在暗中使坏，你去破局砸了人家饭碗，人
人家当然要跟你拼命了，拼命自然要涉及斗法，斗法可分文斗、武斗、阴斗、梦斗等等，但无论哪一种，对于失败者来说，其结局都是致命的。前些年我在河北为了抢一件大案子，跟一个老妇人斗法，就惨败给对方，对方要拿我炼尸油，还要剥我的皮做成阴尸绝户衣，要不是我苦苦下跪哀求许下大好处，并发誓此生不入河北，人家哪肯放我走啊。马毅这番话说完，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欧阳威听得直吐舌头，太阴间了。马毅其实也很矛盾，他一方面想跟我合作赚钱，同时他又怕我遇到同行了不能应对。我沉默片刻，说出一个残酷的真相。当初我去各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眼睛和正常人没区别，可我就是看不见东西。有个老教授说，这种情况要一个特殊的疗法，但是费用要400万。那个介入疗法至少是我活下去的一个念想。我想赚钱赚够400万，哪怕最后他不管用，哪怕钱白花了，我也认了。说到这，我认真地看着马毅，所以马叔，你说斗法有多危险，其他人也许会怕，但我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你能理解吗？马毅听完沉默许久才开口，哈市这边有我在，敢为难你的人应该也不多。我说这些是让你有个准备。马毅也不废话，直接递给我一个皮包，这里有30万，你先拿着用，去买点像样的衣服。干咱们这行接触的都是有钱人，破衣烂衫可不好使，我推脱不掉，只得收了。吃完饭，我给马毅找了个干净的空房间，让他先凑合一晚。欧阳威依旧睡在棺材里，半睡半醒间，我再次进入了阴梦。我和那个囚犯逃离刑场，正沿着一条漆黑的马路狂奔，我边跑边观察四周，很快就瞧出了不对。透过路两旁建筑物的一扇扇窗户往里看，每个房间里都立着一座坟。等一下，我叫住那人，这是哪？我是谁？你又是谁？那人转过身，古怪地打量着我。老李，你不对劲，难道之前降魂下来时，你的60受了折损，竟失忆成这样了？见我一脸迷茫，那人叹着气道：你叫李世龙，我是你出生入死的忘年交欧阳杰。他迷茫地看向四周，声音也有些颤抖。这里很大概率就是6道中的恶鬼道，也就是阴间。阴间，李世龙，我爷爷，我竟成了我爷爷。等等，记得当初爷爷曾交给我一个空纸盒，还说里面的东西能治我眼睛。为了这个空纸盒，爷爷去了下面，不小心让阴女子摸了脸，最后也因此而死。难道说这里就是当初爷爷取纸盒的地方？这个梦可以带我解开爷爷的死因，说不定其中还暗藏能让我恢复视力的线索。我低头瞧着自己苍老而颤抖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欧阳杰上前诧异地注视我，你在笑？这里是阴间，你还能笑得出来？李世龙，你在笑什么？我看向他，你不懂，你眼中的阴间，在我眼里却是佛光普照的天堂。至少在阴间，我是个具备完整视力的正常人，这种感觉只有盲人才知道。欧阳杰拉着我狂奔，我边跑边问他，咱们要去哪？你全忘了吗？欧阳杰头都不回道，你孙子得罪了阎王，瞎了，你求我带你下来取走黑橡树救你孙子，只是我现在也特么的不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阴间啊。欧阳杰死死捏着拳头，我心中一惊，黑橡树那是什么？我之前的猜测居然是正确的。这个梦重演了当时爷爷走阴的经历。欧阳杰正要回答，突然看向后方，漆黑的眸子里露出深深的惧意。糟了，阴兵追来了，那玩意太邪性，咱们可对付不了。我顺着他的视线瞧去，远方道路的尽头出现了几个隐隐绰绰的人影。二话不说，我和欧阳杰冲进路旁的写字楼，随便打开个房间开始刨坟。我俩把自个埋进坟包里，只露点眼睛出来。刚藏好没一会，阴兵就追进来了。我屏着气，透过稀薄的土渣子瞧出去，这些阴兵并没有具体的四肢，完全就是几件飘在空中的尸衣。我死咬着牙一动不动，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窗外的天空中一具尸身人着碧绿色的烈焰坠入阴间。阴兵们被惊动，立刻冲出大楼，朝着尸身的方向飘去。我和欧阳杰赶忙从坟里爬出来，灰头土脸，大口呼吸着空气。危机解除，梦也终于醒了。醒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马毅准备给奶奶针灸，欧阳威边在一旁观看，边给我描述画面。从中山装里取出个红色小布包，马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绣花针，还带着淡淡的女人香味。马毅翻了个兰花指，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阴柔了起来，细声细气地对奶奶说，老姐姐你躺好，我这手定魂针可有些疼呢。我奶奶直愣愣看着他，突然一口老痰吐到了马毅脸上。马毅既不生气也不擦脸，双手交叉连环快速在奶奶头顶下了9针，短短一会功夫不到，他足足下了81针才停手。东方不败，欧阳威惊道。马毅拿纸擦了擦脸，右手拇指顶住下颚，口中念着细密的咒语。只见奶奶头顶的81根绣花针竟冒出了袅袅青烟，一时间奶奶屋里竟宛如香火旺盛的佛堂。我甚至隐隐听到了僧人念经的声音。做完这些，马毅也是累得脸色苍白，起身对我们道，我尽力了，成与不成就看天意了。
奶奶紧闭双眼，躺在那一动不动，直到中午，奶奶终于醒了。三坡醒来后的奶奶很是虚弱，抓着我的手看向一旁的欧阳威，又看了看马毅。马师傅，多谢你了。他冲马毅点了点头。奶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急忙问。好多了。奶奶抬了抬手，你们先出去，我跟三坡说2句话。马毅替奶奶取了针，就跟欧阳威出去了。奶奶这才告诉我，原来他之前根本没疯，而是老仙修行出了差错，把他给连累了。老仙前后蜕过7次皮，道行高深。爷爷死后，老仙告诉奶奶，他看到湘西那边的捕蛇人在蠢蠢欲动，要来东北找他寻仇。这种情况躲是肯定躲不掉的。当然，一般的捕蛇人老仙也不放在眼里，但那帮人里有一个很特别，竟练出了蛇相，这种情况老仙就很难对付了。不得已，老仙决定铤而走险，闭关化蛟。可是蛇要足足经历9次蜕皮，才有化蛟的资格。老仙还差着点境界，最终化蛟失败陨落了。我问奶奶什么是蛇相，这个等会再说。奶奶浑浊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我。三坡，我发疯的这段日子，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怪梦？一说到梦，我连忙把在阴间的全部经历告诉给奶奶。奶奶听完咧嘴一笑，应节终于来了，你怕不怕？我说怕归怕，但还是挺新鲜的，至少在下面我不是瞎子。奶奶赞许我道，你这孩子就这点好，天大的事也从不慌乱。我内心焦急，心中老大谜团，等着奶奶解答。奶奶喝了口茶，咂巴着嘴道，当初你爷爷的确认识个名叫欧阳杰的人，这人很厉害，道行远在我们之上。你失明后，你爷爷着急啊，你才26岁，这么年轻的小伙学了，将来我和老不死的都走了，你一个人可咋办呢？于是你爷爷就找到欧阳杰，许诺给对方一个大好处，让欧阳杰带着他去阴间取一个东西，治你眼睛。我眼皮一阵乱跳，黑橡树。奶奶点着头，其实你做的这个梦，就是当初你爷爷在阴间的一部分遭遇。奶奶吸溜着茶，继续道，那天老不死的回来后，我问过他，他所说的和你梦到的完全一致，所以这个黑橡树到底是个啥东西？奶奶盘腿坐在炕上，是另一个世界的树，此树诡异无边，包罗万象，其中光是开天眼的法门就记载了100多种，随便拿出1种都能让你重新睁眼。我听完心中又惊又疑，可是爷爷回来那天却只给了我个空纸盒，里面啥都没有啊，难道爷爷失手了？奶奶阴阴地笑着，你爷爷那老不死的手段何等阴森，他能失手？黑橡树啊，其实早就在你身子里了，想要唤醒它，开启它，你就必须要经历应劫。我从奶奶口中得知，这个黑橡树本是阴间的物件，就算带回人间，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爷爷回来那天，我手在纸盒里乱摸时，黑橡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进了我的身子，而我做梦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应劫，它是每一个想学阴间术的人都必须经历的，只有通过了应劫，才能开启体内的黑橡树。我手心满是冷汗，看了眼门外，心中产生一个猜测，那个欧阳杰会不会和欧阳威有关系呢？奶奶听了不置可否，这个就得你去问她了。这个小女娃娃可不是一般人，她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啊！我听得心里咯噔一跳。奶奶叹了口气，总之人也好，鬼也罢，眼睛是不会撒谎的，至少那女娃娃的眼睛很清澈，应该对你没啥坏心。倒是那个马毅，奶奶的语气一下就阴了。这个人，我刚才仔细瞧过，这人的道行可不低，而且他眼睛里有很浓的死气。我将认识马毅的经过以及他跟我合作的事说给奶奶听。奶奶听完冷笑，这人的眼睛不干净，心里一定是有鬼的。我轻声道，奶奶，我知道了，我会多留意的。奶奶嗯了一声，其他的回来再说，现在给我滚回阴间，应你的劫去吧。话落，奶奶猛地掐我人中，我顿时大骇，奶奶，我还没准备好呢，你好歹传我件防身的宝贝啊，我可是你的亲孙子啊。我身体在下坠，耳边传来奶奶的恶笑，留点神，你要是死在下面，可就再也回不来了。接下来我就失去了意识，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虚无，再次睁眼，我又回到了阴间，回到了那个阴森的梦里。接着上一集，甩开阴兵，我跟欧阳杰在漆黑的公路上撒丫子狂奔，空气中除了停尸房的福尔马林味，还有种呛人的指挥味。一路上不时传来女子凄厉的哭声，可每当我俩顺着声音赶过去时，却看不到半点人影。夜空中坠落的尸体数量更为惊人了，竟形成了一场细密而狂暴的尸雨。这个城市连这方世界都已经死透了。我终于敢确定这里就是阴间。我们停下脚步，略作休息。黑橡树在哪？我擦着汗问欧阳杰。我的外表，我说话的语气都和爷爷如出一辙。欧阳杰并没有瞧出丝毫端倪。欧阳杰疲惫地坐在路岩石上。黑橡树由阴女子看管，要是在人间，你我联手，或许能跟他过几招，就算不敌，也能全身而退。但这地方可不一样，你我的术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单凭咱哥俩
绝不是阴女子的对手。原来爷爷是在抢夺黑橡树的过程中让阴女子摸了脸，虽说最后爷爷还是活着回到了人间，但终究还是没挺过来。你有什么计划？我问欧阳杰。欧阳杰脸色开始抽搐，似乎在运筹一件很凶险的事。借着闪电的光，我也终于看清了他的长相。这人大约40出头，五官长得精雕玉琢，带着浓烈的书卷气息，眼神却极度危险，有点古代帝王的面相。我认识一个阴森玩意，他能帮到我们。欧阳杰思考良久，终于下了狠心，对我道：单论恐怖程度，这玩意几乎不输给阴女子，至少他能拖住阴女子，让我们乘机抢树。我皱着眉思索，脑海中突然一闪阴间与人间的时间一定是不对称的。我爷爷虽然早已死于人间，但至少现阶段的阴间，他的存在尚未被抹杀。如果我能利用这一点，改变这个梦的结局，也就是不让阴女子摸到爷爷，那说不定我爷爷就不会死。这个想法太过草率，其中有太多漏洞，又涉及到阴阳两界的万千规则，多半是不靠谱的。但我依旧想试他一试。你说的那个阴森玩意具体是个啥？我看到了希望，整个人也兴奋起来。是个老黄皮子。欧阳杰用绳子扎起长发，道行高深莫测。这阴畜生在人间作恶多端，性子怨毒，阴损至极。终于有一天，让雷杰活活劈死了。死后，他本该坠入畜生道或者地狱道，可那两个地方居然都不收他，最后还是让阴间收了。奈何这老黄皮子道行实在霸道，阴兵也不敢近他的身，干脆就放他自个撒野了。我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这种程度的老黄皮子，当真是比厉鬼还可怕。你看天上的尸体。欧阳杰指着夜空道，来到阴间后，那老黄皮子就在野外到处游荡，抢那些可怜魂魄的阴骨吃。我摸着爷爷的白胡子，老黄皮子不会白帮我们。对，欧阳杰拍着腿，他一定会管我们要某样东西，至于要什么，那就不好说了，这个不重要。欧阳杰起身坐到我身边，语气低沉了下来。老李，咱哥俩几十年过命的交情了，这次为了救你孙子，兄弟我赴汤蹈火，带着你一路杀进阴间，只要能帮你抢到黑橡树，付出再大的代价，兄弟也认了。只是兄弟求你的那件事，行还是不行？你能不能给兄弟个痛快话？话说完，欧阳杰一脸期待地看着我。再好的交情也没有赌上性命，以死相帮的道理。欧阳杰肯定也有求于我，我好多记忆都缺失了。你说的是哪件事？我小声问他。欧阳杰直愣愣看着我。我闺女欧阳薇和你孙子成亲的事。我一愣，欧阳薇那么美，她会愁嫁不出去吗？欧阳杰明知我是个瞎子，还千方百计想把他闺女嫁给我，甚至为此不惜冒死来阴间抢夺黑橡树。所以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欧阳父女这般图谋？我试着从欧阳杰嘴里套话，要搁以前咱俩家门当户对，这门亲事我肯定想都不想都答应。可现在你明知我孙子瞎了，你想不开还是咋地？你这不是糟蹋自个闺女，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吗？我那个不成器的孙子将来注定是没什么出息的，万一拖累了你闺女，我话没说完，只见欧阳杰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眸子里竟涌出深深的怨恨。李世龙，你别跟我俩磨叽，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欧阳杰的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我。你不答应，我可就不管你了。没有我，你自个是回不去的。你想清楚了，在梦里我扮演的是爷爷的角色，如果这里拒绝欧阳杰，那后续的线索也就全断了。我只得先答应了他。见我点头，欧阳杰面色这才缓和下来，站起身。你放心，这次无论如何，我势必帮你抢到黑橡树。那老黄皮子要是不帮忙，我还认识更厉害的阴森玩意，总有法子对付那阴女子。走吧，我们先去找老黄皮子。阴间的路漆黑，孤寂而漫长。这一路，我们穿过一条条空旷的公路，一座座死气沉沉的建筑。我边注视四周七杀的景象，边问欧阳杰什么是阴女子。欧阳杰头都不回道，比厉鬼还可怕的玩意，和阴物差不多。阴物那又是什么？我终究还是年轻，比不上爷爷见多识广，有太多东西想问，又怕问多了被欧阳杰怀疑，只得硬憋着。走了不知多久，我们来到一栋楼前。这栋楼一看就有年月了，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俩钻进楼里，到处都黑漆漆一片，像极了电影里被废弃多年的鬼楼。欧阳杰带着我上了2楼，来到203室敲门。开门的是个身形佝偻的老太太。那老太太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跟树皮似的，穿黑棉袄白棉裤，裤裆上还沾着一大片干涸的血，脏兮兮的，很是埋汰。我仔细留意老太太身后，屋里光线很暗，隐约能看到一座阴坟。这老太太就是欧阳杰口中的黄皮子。我心中老大惶恐，
她可不是我奶奶那样的女帝嘛，这玩意相比之下，我家老仙可比她差远了。舅姥姥，是我啊。欧阳杰笑着打招呼，但就连他也很忌惮对方，不敢站得太靠近。舅姥姥上下打量着欧阳杰，点了点头。来了，俏后生，吃饭了吗？进我屋吃点。这舅姥姥的说话声听着正常又顺耳，像是东北农村敦厚的老太太，只是眉眼间极不协调，阴阴的。吃过了。欧阳杰笑道，我们来是想请您去对付阴女子。这样审啊？舅姥姥很接地气地说着东北方言，惨黄色的眼珠子在我身上快速一扫，又瞧向欧阳杰，那阴女子可不是一般的凶呢。舅姥姥也怕他，不大敢去啊。欧阳杰脸上的笑容有些僵。舅姥姥说笑了，你肯出马？100个阴女子也不够你掐的。舅姥姥嗯了声，盘着腿坐在走廊地中间，管欧阳杰要哈拉气，要圆圆，要咯咯哒，也就是酒、鸡蛋和小鸡，还要大虾。欧阳杰早有准备，打开包袱，一件件往上递，伺候着舅姥姥吃喝。我注视着四周，这楼的走廊极其狭长，光线阴黑，一层大约有10来户人家，不用看也知道，每家屋里也清一色，也都立着做阴坟。很快，那老黄皮子酒也喝了，小鸡儿、鸡蛋都吃了，居然还不满足，吐出一嘴鸡毛，冲欧阳杰道：“要我出手？可以，我要取你3分气运。”不等欧阳杰答话，他又指向我，还要你10年阳寿。不对，你这老头快死了，哪来的阳寿？舅姥姥立马改口道：“我要你孙子的10年阳寿。”我听得心里一阵恶寒。他咋知道爷爷有我这么个孙子的？欧阳杰看了看我，脸色也很不好。只是面对这种阴森玩意，但凡你动一丁点讨价还价的心思，都要出大事。我们只有2个选择，要么答应，要么掉头就走。世龙，你怎么看？欧阳杰问我。我仔细权衡这件事的利弊，最后下定狠心，那得我拿到了黑橡树，并且毫发无损地带回人间，交到我孙子手里，我才能答应。这期间，我但凡被那阴女子碰到一根毫毛，都不算数。舅姥姥剔着牙缝里的血丝，好，我护你周全就是。你呢？他看向欧阳杰，欧阳杰一咬牙，3分气运是吧？给你了。双方谈妥，舅姥姥转身进了屋，我先取个宝贝，我俩在屋外边看着。只见老黄皮子手伸进坟里，摸了半天，取出一支画笔。那画笔做工极其考究，呈淡金色，一看就不是凡物。这是什么？欧阳杰指着画笔问。此笔是当年龙虎山一位姓朱的大天师曾用过的法宝，威力无边。舅姥姥神色得意，又带着深深的敬仰。我也是来阴间后偶然捡到的。朱天师何等神仙，我就不信有朱天师的余威在手，还镇不住他小小阴女子。一会姥姥敲门，你们俩小孩瞧准机会进屋抢宝。我都准备下楼了，却被欧阳杰一把拽住。我做梦都没想到，那传说中的阴女子不偏不邪，居然就住在舅姥姥家隔壁204室。欧阳杰不动声色，拉着我退到楼梯口，我俩躲在拐角，探出脑袋朝走廊瞧去。舅姥姥低着头站在204跟前，正准备伸手敲门呢，谁知那门竟自个开了道缝。舅姥姥缩着脖子，踮起脚尖，很是忌惮地往门缝里瞅着。一阵刺骨的阴风卷着些许骨灰从屋里吹了出来。舅姥姥被呛得直咳嗽，屋里半天没动静。过了好久，才传来一阵凄惨至极的古代戏子声，冷棺枯指，冰枕生寒，欲尽千仙尸首，神饮酒。又到奴家寿，我正细细听那阴女子唱戏，画面走到这，突然就停了。从梦中醒来，已是半夜，我头枕着香软，双目不见物，细细摸索后才得知，我正枕在欧阳威的大腿上。你醒了？小姑娘轻声道，用手擦我额头的冷汗。我问她，这大半夜的，你光着腿不冷啊？不冷。欧阳威将我脑袋抬高，喂我喝了些水。奶奶已经睡了，但奶奶看起来很虚弱。欧阳威叹着气，马叔说，奶奶供奉的老仙死了，他这个地马也就等于散功了。我心脏一阵抽搐，我爷爷已经没了，如果奶奶再走，我都不敢往下想。欧阳威摸着我的脸，你父母呢？我没父母。我注视着眼前的黑暗，我是奶奶在坟圈子里捡回来的弃婴。欧阳威听得直摇头，真可怜。没事，他手指轻轻按在我嘴唇上，你还有我。他的手很香，我告诉他我在阴间的经历。欧阳威听完沉默片刻，道，看，我没骗你吧？我们之间真有婚约的。我翻身看向他，你爹回来了吗？没有。欧阳威声音暗沉下来，鼻子突然一酸，我好久没我爹的消息了。他只给我留下一封信，说要去下面拿个东西。我爹还说，万一他回不来，就让我来找你成亲，担心父亲的安危。欧阳威很是焦急地问我，快往下讲啊。然后呢？舅姥姥打败阴女子了吗？我爹最后去哪了？我摇头，梦到这我就醒了。欧阳威沉默着哽咽片刻，说，当时读完我爹的信，我就来找你了。本来我一听说你是个瞎子，想走的，可那媒婆非要我进屋坐坐，
欧阳威细声细气。我进屋后不吭声，一直偷偷观察你，直到天黑。我说，你那天属实把我吓到了。我的思绪回到阴间，有件事我搞不明白，你爹带着我爷爷下阴间抢黑橡树，他冒了那么大的险，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让我爷爷答应咱俩的婚事。你要说我是富二代、大网红什么的也就罢了，可我明明只是个一穷二白的农村瞎子，你爹这么做图了个啥呢？这其中的缘由，欧阳威肯定知道，但他不肯说，我也就没再问。这几天马毅一直住在我家，欧阳威说马毅每天自个待在屋里，几乎不出门。这段日子奶奶又老了许多，嘴里老是无意识念叨着蛇像蛇像。宋老歪来了个电话，他按我说的搬回来后出了几件事，他儿子之前被人诈骗，这天警方来消息说人赃俱获，钱全追回来了，通知他儿子来领，儿媳也不闹离婚了。之前碰瓷宋老歪的那个人居然真出了车祸，直接下阴间了，他婆娘也出院了，医生说没啥大事，回家养个半年就好了。所有倒霉事一夜间烟消云散。宋老歪在电话里一个劲感谢我，我随便应付两句挂了。这些天我内心始终焦躁不安，惊恐而无助，我右眼老是跳，总感觉要出大事。我在等那个梦，我想知道舅姥姥和阴女子之间的斗法，谁是赢家？爷爷最后取到黑橡树了吗？欧阳杰的下落呢？可梦却迟迟不来。这天我和马毅讨论阴间的话题，让我没想到的是，马毅居然认为阴间根本就不存在，阴间就是迷信。马毅轻描淡写道，这人死了就跟电脑关机一样，意识记忆统统消失在了虚无中，永远也醒不来了，哪有什么阴间啊？我细细品味马毅的话，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困意，我心里大惊，赶忙跑回到自个屋里，刚关上门我就倒在了地上。再次睁眼，我回到了那个阴黑的楼道，舅姥姥正站在204室前，跟屋内的阴女子对峙着。我和欧阳杰躲在楼梯口，死死注视着204方向。阴女子唱完戏，缓缓走了出来，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个极普通的年轻女子，中等个头，瘦，除了脸色死灰之外，五官倒没什么特别吓人之处。她身上的衣服很旧，沾满骨灰，脸上爬满了黑色的霉点。要说唯一不对劲的，就是女子的衣裤统统都穿反了，衣扣和裤带全跑到后背去了，鞋也是，鞋跟在前，肩在后，这让她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阴森和诡异。阴女子出门后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舅姥姥点头哈腰，不停冲阴女子作揖，我是你隔壁邻居，我找你讨个风，你看我像不像个人？那阴女子大概也没想到，黄皮子讨风竟讨到她头上来了。黄皮子讨风其实是一个很卑鄙的术，因为不管你回答像与不像都会中招，活人折阳寿，死人折阴寿。阴女子低着头笑了，冲舅姥姥勾着手指，你想知道啊？来，我告诉你。她说话声音很空灵，在楼道响彻出大量的回音。舅姥姥有些忌惮对方，犹豫着不敢上前。阴女子一个劲地唤她，来啊，别怕。等舅姥姥靠近了，阴女子的嘴贴到她耳朵边，一字一句道，你听好了啊，有一天你会死在一个瞎子手里，他会剥了你的皮，做成鞋垫子，但只穿一次就扔。这话说完，舅姥姥当场炸了毛，嗖地从袖子里抽出画笔，朝阴女子眼睛猛扎。阴女子尖损地笑着，轻易就躲开了。舅姥姥身形也跟着暴退。这两个阴森玩意互相拉开距离，各自盘腿，坐在楼道两端，要开始斗法了。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瞧向不远处的204黑橡树就在里面。欧阳杰在一旁解说给我听，阴女子言出法随，她说出的话必会应验。这下可把舅姥姥气炸了，非要拿出看家本领，逼着阴女子把话收回去不可。我点着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的斗法，我掌心满是冷汗。这个梦对我来说是大机缘，我竟渴望着能从他俩身上学到术，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想多了。那舅姥姥和阴女子盘腿坐地，两人相隔10米开外。舅姥姥阴惨惨地笑着，从怀里拿出个小香炉，点燃3根阴香，插进去。阴女子啥都没有，干坐着，面无表情，然后就没然后了。他俩就搁那坐着，一动不动。梦里我虽然站着爷爷的身，但我终究只是个26岁的小年轻，没太多道行，竟完全看不懂。和我相比，欧阳杰额头青筋乱斗，双目死死盯着前方，脸色时而狰狞，时而放松，显然是看入迷了。我看得很着急，想问他场面咋样了，怕穿帮，我又不敢问，只能凭悟性硬看，还真让我看出了点门道。蹊跷出在香上，
舅姥姥那3根音箱半死不活地冒出些青烟，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烟很淡，慢慢往阴女子方向飘着，可每次只飘出2-3米远就被倒逼了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轮。舅姥姥急了，用刀片般锋利的黑指甲盖往香炉里狠狠一插，小贱人，姥姥把你烧成女灰！一大股青烟涌出，潮水般扑向阴女子。这次青烟来势极凶，蜂拥着呼啸而来，瞬间冲破阻隔，距离阴女子的鼻尖只有几寸远了。我们都以为舅姥姥要得手了，谁知那阴女子一动不动，只是轻轻吹了口气，那排山倒海般的青烟竟碎了一地，悲鸣着四散逃开了。舅姥姥脸一狠，画笔沾着香灰，飞速在地上画了起来。那画笔带着神通，画什么就来什么，眨眼间10几个香炉就被舅姥姥画了出来，整齐地飘在她面前。漫山遍野的青烟从这些香炉里齐齐涌出，呼风唤雨地冲阴女子压了过去。动手！舅姥姥暂时压住了阴女子，立刻给我信号。我死咬着牙，猫着腰往204室冲去。我心砰砰狂跳，虽说这是梦，但我却没有重来的机会，死在梦里就真死了。好在此时的阴女子被舅姥姥死压制了，根本没空管我。我成功猫进了阴女子的家，和阴间的其他房屋都不同，阴女子家里并没有阴坟，四周摆着些上世纪的家具，都已经腐朽了，盖着厚厚的灰。桌上亮着盏小灯，旁边是一张黑白色的妇女合影，借着微弱的光，我急切地找寻黑橡树，可这玩意到底是本书还是个啥？别说我了，就连欧阳杰和舅姥姥都不知道。我满头满背的冷汗，快速翻找，外面传来舅姥姥撕心裂肺的尖叫：“小贱人张嘴了，姥姥接不住，快来帮忙啊！”终于让我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床下面找到了个小纸盒，这纸盒我太熟悉了，之前爷爷把它交给我，都被我盘包浆了，我只一摸就认了出来。取出纸盒，我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打开看了眼，盒子里放着个阴森的小玩意，我抓起来一看，是一个漆黑色的钥匙，这钥匙摸起来凉丝丝，大概是人骨制的，上面刻着繁杂的纹路，握在手里散发着阴阴的寒气。这玩意，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橡树。我来不及细想，抓着黑钥匙悄无声息地退出屋子。此时的楼道里厮杀正惨烈，舅姥姥躺在地上，嘴里吐着黑血，她似乎是受了伤，半天爬不起来，画笔也被她丢在了一旁。欧阳杰正跟阴女子恶斗，我退回到楼梯口，紧张的观战。只见那阴女子还坐在原地，但她那张脸却像融化的蜡烛似的，下巴耷拉到一个很诡异的角度，嘴张得老大，阴女子嘴里呕出许多拉丝的小人，那些小人也就拇指大小，穿着花花绿绿的旧社会衣裳，脸上画着阴森而怨毒的死人妆。欧阳杰也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个小碗，里面装满了黄豆，他长发被阴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看不出悲喜，口中轻念口诀，六甲密注，临斗兵者皆阵列在前。密密麻麻的小人铺天盖地，朝着欧阳杰快速逼近，当时的场面极度瘆人。我帮不上忙，又不能丢下欧阳杰跑路，急中生智，我细细观察着欧阳杰，默记他的手势和口诀，撒豆成兵。欧阳杰口中轻喝，双手变换姿势，朝着小碗虚点，碗中黄豆竟一颗颗飞出，冰雹般朝着小人们砸去。砰砰，黄豆碰触小人的瞬间，化成惨黄色的烟雾爆裂开来，小人更是被炸得粉身碎骨，一颗颗黄豆疾风骤雨般飞出，楼道里瞬间尸横遍野，小人们的惨叫声震耳欲聋。刹那间，场面被黄雾笼罩，我看得如痴如醉，一时忘记了恐惧，陷入了一种禅状态。我双手不受控制的学习，模仿着欧阳杰，一门心思想学他的术。很快，碗中的黄豆就见底了。欧阳杰面不改色，脖子却已被冷汗打湿，还不停往碗里添着豆子。舅姥姥也咬着牙爬起来，同时操控10几个香炉，大量黑烟涌出，朝着阴女子风卷而去。我越看越入迷，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立刻清醒过来。斗法进行到这，我内心对场面也有了大概的解读。欧阳杰和舅姥姥加起来也斗不过那阴女子，落败是迟早的。黑橡树到手了，该撤了。我一声不响，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粉土，撒在地上，准备布阵。可就在这时，不远处207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国字脸的中年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我看到那人的瞬间，虚的倒吸了口凉气。马毅，他曾亲口告诉我，阴间是迷信，根本不存在。可他此时却出现在了阴间，和我出现在同一层楼里。我皱着眉瞧去，只见马毅开门后，一脸阴霾地走下楼，看上去心事重重。他对2楼正在进行的斗法不闻不问，压根就跟没看见似的，只顾往楼下走。马毅，是我，三坡啊！我冲马毅大喊。马毅回头瞧了我眼，脸上满是陌生人的冷漠。他没理我，径直下楼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逃命要紧。我们在速度上不占优势，想逃唯有布阵。
我不停往地上撒着粉土，汗珠不断滴落，又捡来些小人的尸块，摆出北斗七星的形状。就在这时，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物件滚到了我面前，朱天师的画笔。我看了眼远处的舅姥姥，她正专心操控着黑烟，联手欧阳杰恶斗阴女子，压根没往我这看。我一把抓住画笔，顺势塞进兜里，继续布阵，启动狼烟北斗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我抬头注视着场面，此时欧阳杰的黄豆差不多也用尽了。反观那阴女子，嘴里一刻不停，还在往外呕着死物。之前的小人也被他换成了死鹰，密密麻麻的死鹰朝着欧阳杰逼近。欧阳杰此时披头散发，已经油尽灯枯了。他撕心裂肺地朝我疯吼：“李世龙，你还在看戏是吧？”我冲他招了下手，见我眼神古怪，欧阳杰心领神会，大袖横空一挥，密密麻麻的黄豆飞出，炸得粉碎，暂时逼退了死鹰群。他3两步抢到我面前要撤了，这时那不然呢？留下等死！我一把将欧阳杰拽进粉土画的圈里，悄声道：“舅姥姥必须留下，给咱俩垫背，不然谁也走不了。”欧阳杰点着头，看向远处的舅姥姥，眸子里涌出杀机。我也不墨迹，口中立刻念咒，准备启动阵法。再看场面上，舅姥姥孤身苦战，2条腿上被死鹰爬满了。她那满是皱纹的农村老妇女脸上写满了惊恐和怨恨。等我，别丢下我！见我启动阵法，舅姥姥身子猛地一抖，甩掉死鹰冲了过来。欧阳杰赶忙招呼她：“姥姥快上车，我们给你留位置了。”舅姥姥欣喜地答应着，谁知她还没跳进圈子，欧阳杰突然发难，阴笑着，一直点中了舅姥姥眉心。啊哈哈哈！舅姥姥发出一阵惨绝人寰的疯笑声，当场倒地。后方追赶而来的死鹰爬得她满身满脸都是，眨眼间狼烟北斗启动，我眼前一花，眼前的景物瞬间模糊。下一秒，我们出现在了大楼外的某处街道上。李世龙，你个老狐狸，我真服你了！欧阳杰精疲力尽地冲我笑道：“之前我在这儿给老黄皮子喂吃的，你就搁那鬼鬼祟祟瞎倒腾，我还纳闷呢，原来早在那时你就在运筹退路了。”我冲他笑道：“打又打不过，跑还跑不掉，总不能原地等死吧？”欧阳杰边大口喘气，边擦着脸上的尘土，姜还是老的辣，不佩服不行。这个局让你李世龙做绝了，留下老黄皮子垫背，拖住了阴女子不说，我欠他的3分气运，你孙子欠的10年阳寿，这下都不用还了。我还顺走了老黄皮子的画笔，我一摸兜里，画笔、黑橡树都在。我对欧阳杰道：“这地方不能待了，快带我回去。”只有欧阳杰知道回去的路。此时头顶的夜空湿雨下得更密集了。欧阳杰惊悚地看了看四周，拉着我就走。出口离这有点远，得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欧阳杰在前面带路，我俩一路狂奔。我边跑边寻思，这个梦的结局竟意想不到的好。我所控制的爷爷既没有被阴女子摸到脸，又成功拿到了黑橡树，收获画笔不说，甚至阴差阳错的，我从欧阳杰那学会了一个很厉害的术——撒豆成兵。等回去以后，我是否能改写过去的时间线，让爷爷死而复生呢？我越想越兴奋，突然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老李，你咋了？欧阳杰上前扶住我，我虚弱地冲他道：204，阴气太重。欧阳杰二话不说，背着我继续跑。这人的道行也是霸道到没边了，能正面硬刚阴女子，毫发无损不说，这会背着我，反而跑得更快了。李世龙，兄弟保你活着回去，将来我闺女就交给你们李家了。我快睡着了。据说世上只有1000万分之一的人经历过我所经历的清醒梦，那么在梦中睡着的人又有几个呢？老李，老李！见我状况不对，欧阳杰大声呼喊我：“快到了，坚持下，回去再睡啊！没有在阴间睡觉的道理，你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我使出力气，狠狠咬了下舌尖，顿时清醒了。路两旁建筑物的漆黑窗户突然都亮了灯，窗户里一座座阴坟在惨黄色灯光照射下无声注视着我们。欧阳杰脚步开始放慢，咋停下了？我疑惑地问他：“跑不掉了？”欧阳杰惨笑着，指着后方，阴女子追来了。我惶恐地回头瞧出，远处的黑暗中，一个衣服反穿的瘦弱女子正低着头快速靠近。完了，此刻的欧阳杰也已油尽灯枯，脸色难看至极。就在生死攸关的一刹那，远处的街角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马毅，那中山装化成灰我都认得。背我过去，我跟他说句话，我指着马毅道。欧阳杰背着我跑过去，我拍了拍马毅的肩膀：“对不住了，马叔，回头请你吃饭。”第18章千尸眼。阴间的马毅并不认得我是谁，他那张国字脸瞧不出丝毫喜怒，双眼透着无尽的死气，像换了个人似的。你是？马毅直愣愣看着我，有些疑惑。这时后方的阴女子也已急速逼近，我将钥匙直接丢给马毅：“黑橡树交给你了，替我保管好。”欧阳杰何等聪明，我话音刚落，他立刻会意，背着我就逃。阴女子并没追来，而是歪着头瞧向马毅，跑出好几里远。欧阳杰这才问我：“你真把黑橡树给那人了？”
没有。那你给的啥？我家菜窖的钥匙，反正都是钥匙，连颜色都一样。那英女子肯定一时分不出真假，势必要跟马毅较量一番的。跑了整整半个马拉松，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广场前，广场正中立着一座5米多高的大坟，下面是一扇紧闭的门，进了门就回到人间了。欧阳杰背着我跑过去，刚拉开门，还没来得及进去，一只惨白色、满是尸臭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侧脸处，我半个身子顿时僵了，滔天的恐惧将我淹没。这是命，终究逃不掉。马毅也好，舅姥姥也罢，都没能拖住殷女子。最终我们还是被她追上了，在我脸上轻轻摸了一把。殷女子捂着嘴笑着，又一伸手在欧阳杰的长发上轻轻一拽。梦醒来后，我耳边还久久回荡着欧阳杰的惨叫：李世龙，告诉你孙子，我闺女她眼前的无尽黑暗证明了这里是人间。我在床上躺了很久，这才起床洗了把脸，手伸进兜里一摸，摸出一把坟土。第2把摸出了朱天师的画笔，他竟然也被我带回了人间。我终于通过了应劫，有资格开启黑橡树了。喝了些水，我开始盘腿打坐，闭眼，脑海中突然出现一把漆黑色的钥匙，我面露喜色，还没来得及反应，下一秒那钥匙瞬间消失，大量隐晦而繁杂的文字信息如滔天巨浪般蜂涌入我脑海，我疯狂地颤抖起来，脸上湿漉漉的，伸手一摸，双眼居然流出了2行血泪，紧接着鼻血也流了出来，我根本顾不上擦。此刻的我头疼欲裂，难受得要死，脑中巨浪一层接一层不断冲击，覆盖着我的记忆。欧阳威在外屋察觉到动静，赶忙喊来马毅，见我满脸血的躺在地上打滚，马毅神色凝重，二话不说在我脸上扎了几针，我总算从癫痫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欧阳威帮我擦了脸，将我扶到床上。三坡，你这是咋了？他焦急地问我没敢说话，坐了好久，这才终于把脑海中的信息全部吸收。黑橡树简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仅仅是浮现在表层的信息就彻底刷新了我对树的认知。我脑中快速翻找着，很快找到了关于开天眼的描述。正如奶奶所说，黑橡树里记载了许多让盲人睁眼的法门，但绝大多数都有严苛的条件，并不适合我。现阶段我只找到了3个适用的树。第一个树名叫它山有眼，这个树顾名思义就是借助他人的视线来获得视力，但有很大限制。首先与对方距离不得超过5米，否则立即失效，而且每次使用最多只能持续10秒，一天不能超过3次，这对我来讲就很鸡肋了。第二个名叫天宝印，其原理类似禅宗的冥想，让魂魄脱离肉胎，盘旋在头顶，这样一来没了肉胎的桎梏，就能360度无死角地观看四周。据说人死后魂魄的视角就是这样的，问题是对于活人来说，将魂魄暴露在外本身就是件极其凶险的事，特别是我这样没太多道行的人，这样做很容易为自己引来高危的死误，就好比暴露出水面的浮游被大鱼一口吞掉的道理一样，太危险，也被我否决了。这样一来，适合我的术只剩最后一种了，千尸眼。千尸眼的原理是通过消耗阴气来获取视力，这个阴气的来源可以是外物，也可以是自身，只要阴气存在，就能一直保持视力。这对于刚从阴间归来的我而言，正求之不得。此时我全身的阴气浓到快要外泄了，正愁没法排走呢。二话不说，我立刻按照书中的手势开始反复练习。饶是如此，我却用了足足7天，才学会了启动千尸眼的全部手势。7天后，我站在一个破拖拉机上，睁开眼，看到清晨的第一缕光时，我无声地哭了很久。我终于看到了欧阳薇，她本人比我想象的更美。我们彼此注视着对方，欧阳薇立刻察觉到了不对。你能看见东西了？我点头，暂时能。这个美丽的姑娘是我的未来的妻子，她爹和我爷爷之间有过命的交情，我100%信任她。再说黑橡树牵扯到欧阳杰的生死，所以我并没有隐瞒什么，把我在阴间的全部遭遇都告诉了欧阳薇。听我讲述完，欧阳薇脸色刷得白了，也就是说我爹被留在了阴间。不行，我得去找他。事关父亲的生死，欧阳薇显得很焦急。奶奶知道去阴间的法子吗？我摇头，这世上知道怎么去阴间并且还能活着回来的，恐怕只有你爹和马毅两人。马毅这个人城府很深，他未必肯说，就算他说了，单凭咱俩下去了也是自身难保，更别提救你爹了。欧阳薇洁白的香牙紧咬，半天说不出话。我紧握着欧阳薇的玉手，你爹对我们李家有大恩，你就算不提这事，我也要救他的。妹子，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吃透了黑橡树，横竖也要带你下去一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找到你爹，誓不罢休。欧阳薇目光有些奇异，你不骗人？我认真的看着他，我谁都骗，唯独不能骗你。我瞎的那段日子只有你，死心塌地陪在我身边，护着我周全，我怎敢辜负你？欧阳薇笑着问我，你不怕我是鬼？我直言道，你就算是阴女子，我也非把你娶了不可。
谁让我是你的阴汉子呢？直到我修习千尸眼，暂时恢复了视力，欧阳威也是喜极而泣，紧紧抱着我，许久不肯松手。这件事我独瞒着马毅。奶奶说马毅心里住着一只鬼。我仔细观察着马毅，奶奶说的没错，这个人身上藏着一个很阴森的谜。马毅整天耷拉着眼皮，坐在屋里喝茶抽烟，脸上始终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遗憾。他那昏黄的眸子里透着淡淡的死气，仿佛一个活了1000年的老人，看尽了世间一切沧桑，任何东西都无法再提起他丝毫兴趣了。之前马毅曾亲口告诉我，阴间根本不存在，他在撒谎，他本人明明出现在了阴间，而且和舅姥姥阴女子同住一层楼，他为什么骗我？他出现在阴间的目的又是什么？晚上吃饭时，马毅提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哈市居住，他在那边认识一个很厉害的老中医，可以给奶奶开副方子调养一下。我寻思着，湘西的捕蛇人迟早还会找上门，去哈市暂避下风头也好。我们第2天一早就动身，下午到达哈市，路上没什么事，我索性关了千尸眼，节省阴气。马毅多年前在市郊购入一栋联排小别墅，这些年一直空置着，安排我们住了进去。马毅请来的老中医很快就到了，给我奶奶把完脉，老中医给开了副方子，还说我奶奶的气血太虚，最好能再找几株百年老参给她吊命。我直接把马毅给的30万全部交给欧阳威，让他给奶奶买药，安顿好奶奶。我对马毅道：马叔，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只管开口。马毅点着头，我这边的事倒不急。三坡，你一定把奶奶照顾好，她毕竟是你最后的亲人了，其他都是小事。我默不作声，眼眶突然有些湿，接了几个电话，马毅就急匆匆离开了。揉了揉眼睛，我立刻闭目打坐，继续发掘黑橡树的秘密。黑橡树的全部内容已经完全融合在了我的记忆中。让我感到诡异的是，这个树并非来自古人的传承，相反，黑橡树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用现代文描述的，但饶是如此，却依旧看得我一头雾水，甚至比古文还隐晦难懂。其中诸如意识矩阵、群体潜意识投影、坍塌态、心理坟、心灵暗哨等专业名词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大概是机缘未到。在巩固练习千尸眼的过程中，我又从黑橡树里找到另一个适合我的法门——大狐狸观想法。这个观想法很是玄妙，在和敌人斗法时，他能看清敌人术的破绽，从而提前发动策略进行反击。我没能理解这段话的含义，什么叫提前发动策略？身边也没个陪练的，我只得先把大狐狸观想法的手势和心法先牢记下来。千尸眼和观想法对阴气的消耗都极大，为了节省阴气，我大多数时间依旧让自己处于失明状态。除了研究黑橡树，我还迷上了画画。那根从舅姥姥手里顺来的画笔，我简直爱不释手，用它来素描打发时间。我回忆着当时和阴女子斗法时，舅姥姥曾画出好多个香炉，跟真的一样，有点神笔马良的意思。可它到了我手里却不好使了，画出来的东西再好看，终究只是平面的死物。倒是经过这段时间反复练习，我的绘画技艺有了质的提升。这天夜里，我刚伺候完奶奶喝药，就听窗户外边突然传来阵阴森的笑声。老东西，以为躲到哈市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我头皮一跳，急忙启动千尸眼朝窗外瞧去，只见漆黑的院子里歪歪斜斜一动不动地站着个人，光线太黑看不清具体细节，只能瞧出那人个头不高，大概穿着件旧报纸糊的衣裳。欧阳威去市里给奶奶买人参，这会还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和奶奶2人，大敌当前，奶奶虚弱地躺在床上，看向我，是湘西的捕蛇人来寻仇了。三坡，你喊他进来，别怕，该来的迟早都要来。说啥都是多余的。我咬了咬牙，强压住内心的恐惧，很冷静地冲窗外道：门没锁，进来吧。那人轻咦了声，大概也没想到我会请他进屋。犹豫片刻，那人推开正门，走进别墅。我大步抢下楼，来到客厅，此刻也终于看清了那人的相貌。那是个很消瘦的中年妇女，矮个子，脸色黝黑，长发盘头，身穿发黄旧报纸糊的纸衣纸裤。妇女赤足，左手抓着根捆蛇索，右手提着个满是灰的蛇皮口袋。你就是李三坡，那个小瞎子。妇女进屋后上下打量着我，我那3个大弟子死在你手里的，你本事倒不小啊，也拜得蛇仙堂口吗？他说话带着股很浓的湘西口音。我反问他前辈怎么称呼，妇女似乎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一点也不客气，直接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我叫史细妹，湘西刘家，我排行第2。我们刘家世代祖居湘西永顺，和你们李家有不共戴天的大仇。史细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今天我来呢，就一件事，带走你奶奶。我强忍着怒意，我问史细妹，你想带我奶奶去哪？史细妹眼睛里
里闪出凶光，我要取走他身上的那条死蛇，我要剥他的皮，喝他的血。我怒极反笑，但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愤怒只会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原本我还不敢来，你奶奶那个老不死的，道行比我高不少。后来我大徒弟报信说你奶奶散了功，成了废人，你又是个瞎子，你李家也算完蛋了。今天我就来给那老不死的送个钟吧。我冷笑，你真是个小人。史西妹一步步朝我走来，小孩，我懒得和你一般见识。白琴在楼上吧？白琴就是我奶奶。见史西妹要上楼找奶奶，我假装让路，突然发难。手中画笔疾风骤雨般朝史西妹印堂连扎3下，这3下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像扎在了铁板上，震得我手腕酸麻，画笔差点脱手。嘻嘻，史西妹的印堂只被刺破点皮，她摸了摸额头，冲我不怀好意的笑着。我一身横练的小咒施功，寻常外物哪能伤得了我？我立刻抢占住楼梯口，内心也终于露了怯。原来朱天师的画笔只对鬼物有效，并不适合对付活人。想上楼，先过我这关。史西妹走到客厅正中，面色阴晴不定。小孩，别说我欺负你，文斗、武斗，你选。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文斗。文斗顾名思义，就是一方出题，由另一方接。我既没有斗法经验，又没有能拿出手的术，空有画笔，却不知如何发挥它的威力。这种情况，我只能让史西妹出题，我来接。接不住就得认输。文斗是吧？史西妹环顾四周，看向客厅的壁炉。我能从这炭火下面摸一条蛇出来，而且是活的。你摸不了。奶奶拖着虚弱的身子站在楼上观战。我当时也感觉史西妹这牛比吹大发了。如果她只是在炭火下摸蛇，那可能是她提前藏进去的死蛇，这会早都烤得焦酥了。可她却要摸活蛇出来，她怎么摸？我望向炭火，这么高的温度，铁蛇在里面都要烧冒烟。史西妹望向2楼，朝奶奶嘤嘤一笑，将纸袖子一把扯得稀碎，露出条灰白色死尸般的手臂，应该就是所谓的小咒施功了。史西妹弯腰，手直接伸进滚烫的炭火里，不停地摸着，她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不停快速捏着指诀，口中念着咒。那画面看得我头皮直跳，这已经不是科学和玄学能解释的了。史西妹手被烫得直冒烟，可她脸上却瞧不出丝毫痛苦，反而洋溢着阴森的喜悦。就在这时，我眼前突然一黑，下一秒，一段奇异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我看到了一个男子正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背景是一片漆黑的树林。男子双手不断比划着各种手势，他长发披肩，脸上蒙着层雾，瞧不清眼鼻，但从身形上看，顶多30出头。男子比划得很慢，很仔细，仿佛现场教学似的，将每一个分解动作以慢放的形式完美呈现给我。我满头满脸的冷汗，惊得合不拢嘴。很快就意识到大狐狸观想法启动了，他能看清敌人术的破绽，从而提前发动策略，进行反击。以前我不懂，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观想中出现的男子在教我怎么对付史西妹，我仔细观看着，等那男子做完整整一套手势，观想悄然结束，现实里也只过去了一刹那。我再看史西妹，只见她从炭火里摸出某个物件，猛地一拽，甩到了地板上，一条蛇，活的。那蛇有拇指粗细，通体布满黑色鳞片，在地上不停扭动着。怎么样？史西妹一脸恶意地笑着，这妇女面相属实非人，一笑脸上的伤疤挤成一团，狰狞无边。见我和奶奶都不吱声，史西妹摇着头叹气。以前常听人说东北能人引客，比比皆是，手段高深至极，现在看也不过如此。中年苦寒之地，又能出啥子高人？就你们这一老一少，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出来开堂口？史西妹边叹着气，手又伸进炭火里，一会功夫不到，又拽出了一条藏青色的活蛇。我冷冷看着她，敢不敢再试一次？小瞎子，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史西妹轻哼着，手第3次伸进炭火里。我立刻使用观想时学来的手势。再看史西妹，她在炭火里摸了会，很快拽出一个东西，服不服？史西妹咧着嘴阴笑，下一秒笑容却僵在了脸上。她摸出来的并不是蛇，而是一只大癞蛤蟆，活的。见鬼了！史西妹吓了一跳，急忙丢掉手里的蛤蟆，用旧报纸擦着手上的粘液。那癞蛤蟆有拳头大小，趴在地上咕咕叫着。我指着蛤蟆问史西妹，像不像你？后退一步，史西妹一脸不祥地死盯着我。小瞎子，你怎么做到的？我当然不能告诉她，刚才比划手势时，我双手藏在袖子里，这叫藏技。史西妹看不到我手的动作，自然也没法分辨我的术。我做梦都没想到，千师眼配合大狐狸观想法使用，效果竟如此霸道。楼上的奶奶也拍着手叫好。我模仿史西妹刚才的语气，反朝她道：以前常听人说，湘西能人引客比比皆是，就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学人来东北斗法？谁给你的勇气？史西妹很是忌惮地看着我，她显然是不服气，不信这个邪，一咬牙，手又在炭火里摸了一圈。这次被她摸出个骨灰盒，方形，
很旧，二手的。这还不算诡异，诡异的是那骨灰盒上居然贴着张史细妹的黑白遗像。过头七啊，那祝你头七快乐！我毫不客气地嘲讽着史细妹。砰！骨灰盒被摔在地上，当场粉碎。小女娃，你快死了！奶奶在楼上桀桀地笑着。史细妹双目瞳孔剧烈收缩，又后退了半步，咧着嘴冲我道：“好手段，佩服佩服！能把幻术练到这程度，着实让人佩服。难怪我那3个大弟子让你吊死在树上，练了尸油幻术，那是什么？”我也没管那么多，冷声道：“文斗，你输了。”史细妹点着头：“是啊，我输了。不过我要是这么空手回去，可没法给当家的交代。所以呢，武斗也得来一次。”也不等我答应，史细妹一挥手，一阵阴风袭来，场面上的蛇、蛤蟆等零碎物件全被风卷着吹到门外，没了影子。她盘腿坐在干净的地板上，冲我比划了个起手势。这个起手势有拼命的意思，也就是不死不休了。我不敢怠慢，也盘腿坐地。有千师眼提供示例，又有大狐狸观想法现场教学，我心里有了底气，不再惧怕对方。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体内阴气不知还能支撑多久，一旦用尽，千师眼关闭，那我就成了泥猴子过河，当场命丧黄泉了。史细妹翻找着蛇皮口袋，从里面摸出一节蛇骨，那蛇骨通体碧绿，关节用钢钉相连，有半米长，一看就是从有道行的大蛇身上剔骨下来的。我盯着那蛇骨，掌心满是冷汗。千师眼的观想虽然霸道，但终究是被动防御。可我除了欧阳杰的撒豆成兵，没学过别的术。口袋里倒是有黄豆，但和画笔一样，撒豆成兵也是用来克制鬼物的，拿它对付活人，那就成喂人吃豆子的笑话了。我脑海中闪过一个个念头，都被否决了。史细妹阴着张老脸，将蛇骨放在地上，双手结印，口中念着密咒，阴风将她的头发吹得稀散。她不人不鬼地往那一坐，加上灯光效果，像极了被鬼附身的女精神病人。三婆，别怕，老仙最护短了，他在天之灵一定保着咱家小孩呢。奶奶在楼上给我打气，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只见史细妹冷哼一声，右手小指在蛇骨上轻轻一点，一道漆黑的蛇影从蛇骨上蔓延出来，朝着我缓缓逼近。我死死盯着那蛇影，全身顿时起了层鸡皮疙瘩，脑海中再次出现观想画面，还是那个男子。这次他倒没比划什么手势，而是拿着一根画笔朝地面轻点了下。懂了，史细妹的术的确很是邪门。那蛇骨明明是个死物件，可灯光照射出的影子却是活的。漆黑的蛇影扭动着身子，嘴里吐着信子，很快就爬到我面前，刚想张嘴咬我，被我用画笔一点撕，一道焦烟冒出，伴随着蛇类的惨叫响彻耳畔。蛇影像是咬到了一团火，痛苦地缩了回去。史细妹轻咦了声，抬头瞧向我，眼神里满是惊疑和不解。白毛小瞎子，名堂还挺多的。史细妹连续轻弹蛇骨，刚缩回去的蛇影再次朝我咬来，这次速度更急了。我聚精会神地盯着地面，不敢有丝毫走神。蛇影一靠近，我就拿画笔扎它。不得不说，朱天师的画笔真的好用，对付这种虚幻的死物再合适不过。而且我发现画笔似乎有吸收阴气的能力，那蛇影每次被我扎中，缩回去时就会变得有些稀薄，全靠史细妹不断结印才维持着蛇影的稳定。起初我还能应付，过了没一会，史细妹结印速度明显变快了。这位消瘦而阴森的中年妇女体内涌现出滔天的杀机，是要置我于死地。蛇影越来越快，每次被画笔逼退，又闪电般反咬回来。我画笔渐渐跟不上速度，一个来不及，我小腿让蛇影咬了一口，顿时血流如注。这时脑海中又有了观想画面，我顾不上疼，细细看去，那端坐在漆黑森林中的男子丢掉画笔，双手握拳合十，大拇指护顶，同时无名指抵住手背的小指骨节。男子比划出这个手势后，观想立刻消失。几乎同时，我也朝着史细妹施展出了同样的手势。那一刻，连空气都静止了，蛇影停在半路，一动不动。史细妹大急，用力敲击着蛇骨，蛇骨活了，半米长的碧绿蛇骨突然毫无征兆的抬头，像一支出弓的箭，狠狠咬在了史细妹脖子上，咬得极深。那蛇牙何等锋利，史细妹的小咒施工哪挡得住？寸许蛇牙直入脖颈，史细妹疼得大声惨叫，一把扯断蛇骨，一片细密的血雾从她伤口中喷出。为什么？史细妹握着伤口，恶狠狠地注视我。这条银环蝮蛇道行超过了500年，我耗费3年才抓到它，又下了49道恶咒，才被我练成了法器。你这是什么术，能让我的法器反噬于我？史细妹一脸穷凶极恶，我却从她身上察觉到一丝隐藏极深的杀机。三婆，小心！奶奶也看出不对，大声提醒我。我抬头瞧去，一个近乎透明的铁环正悬在我头顶，准备往我脖子上套。这玩意是湘西捕蛇人的家伙。什么叫做捆蛇
索，也有叫追龙索，是捕蛇人独门兵器。史西妹很阴险，想趁我得意不备之时取我的人头，我脑袋只一歪就躲开了铁环。史西妹一愣，神色更加怨毒了。她一把抄起捆蛇索，挥舞着铁环，连续朝我头上套着，暗套都不成，更何况明套呢？我很轻松地躲开，退到一旁，斗法进行到此，以示尾声。史西妹让蛇骨反噬，咬到了要害，此时软塌塌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我来到她面前，抄起蛇皮口袋，打开看了眼，差点呕了出来。一袋子死蛇，外加几根手臂，这些东西是史西妹施展邪术的媒介。我腿上的伤倒不严重，毕竟只是被影子咬的，口子不深，随便包扎下就没事了。史西妹就不行了，她被蛇牙咬穿了大动脉，脖子已经软了下来，将死的那一刻，她回光返照的清醒了片刻，怨毒无比的眸子看了看我，又看向楼上的奶奶，一个老疯子，一个小瞎子，哈哈，你们跑不掉的，我儿子练出了蛇相，他会找到你们，快了，我儿子就快来了，他必灭你们李家满门。我冷冷地注视他，蹲下，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黄豆，塞进史西妹嘴里，死死捂住。史西妹让黄豆卡得呼吸不过来了，带着浓烈的怨恨和不甘去了阴间。我又踢了他几脚，确认史西妹死透了，这才总算是松了一大口气。三坡，接着奶奶从楼上扔给我一个黑色小玻璃瓶，趁她刚死，魂儿还没跑走，我教你一段密咒，你把她的魂儿勾了，庄子里，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我答应着，打开纸，念了一遍奶奶传授的密咒，只见一股淡淡的烟雾从史西妹体内缓缓飘出，一股脑钻子里。我将纸收好，上楼扶奶奶进屋休息。过了会，就来了4个穿黑衣、戴口罩的人，进来3两下就把现场收拾干净了，连蛇皮口袋、捆蛇索等一切物件全部打包带走。从始至终，这4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等马邑的人走了，我才终于回到卧室。阴气到了这里，终于全部耗尽，千尸眼立刻关闭，我又成了瞎子，躺在黑暗中。我回忆刚才斗法的画面，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静。千尸眼、大狐狸观想法，我只从黑象术里学会了2个法门，就让我的实力有了如此恐怖的提升。原来的我虽说精通风水命理，但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对斗法我一窍不通。现在连湘西刘家排行第2的捕蛇人、文斗、武斗皆输给我，竟成了我的手下亡魂。我直到此时才真正懂得了黑象术的宝贵，也明白了爷爷当初的苦心。只是这2个法门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阴气，阴气去哪找？我太困了。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死斗，我意识渐渐模糊，半睡半醒间，我感到被窝里钻进2只滑溜溜的东西，紧贴在我后背上，耳边传来女子娇滴滴的声音：相公睡了吗？百年参不好找，市面上的大多是假货。抓着欧阳威的手，我轻声道：这些天真辛苦你了，为了我奶奶让你到处跑，你和你爹对李家的恩我永远不会忘记。欧阳威沉默片刻道：别急着谢，我也有个忙需要你帮，但不是现在。说到这，他声音突然冷了下来，到时候你可别害怕啊。我说我这人没啥本事，唯独胆子大。随即我把之前和史西妹斗法的事说给他听，干得漂亮。欧阳威听完也很高兴，脸趴在我胸膛上，沉吟道：这个大狐狸观想法很有意思啊。你说那个坐在树林子里教你手势的人到底是谁？会是狐仙吗？我摇头不答，我也很想知道那个坐在漆黑树林里教我手势的男子到底是谁。他和黑象术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听说我为阴气犯愁，欧阳威笑着道：这个简单，我身上有的是阴气，你想要随时从我这取。对啊，我咋把这茬忘了？奶奶曾说过，欧阳威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我连忙问他怎么取，身体接触吗？只要我在你身边，阴气就能传给你。果然，只要待在欧阳威身边1晚上时间，我身上的阴气就满了。我穿好衣服下楼，奶奶、马邑和欧阳威3人正在客厅说话。虽说没买到百年老参，但欧阳威这些天忙碌，总算也收来了些上年头的大参，再加上老中医开的方子调养，奶奶脸上的气色总算是好了起来，人也精神了不少。三坡，马邑给我倒了杯茶。那天你和史西妹斗法的事，白大姐都告诉我了，你做得很不错。以前我还担心斗法是你的弱项，现在看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来哈市这段时间，你一定是遇到了大造化、大机缘，可喜可贺啊！我客套了几句，马邑对我有大恩，我该好好报答人家。但他毕竟是外人，总不能啥都说给外人听。边喝着茶，马邑边问我奶奶，我没去过湘西，对那边的情况也不了解。白大姐，你和湘西刘家是怎么结上梁子的？这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湘西和东北隔着10万8千里，刘家为了除掉我奶奶，这已经是第2次派人来了。奶奶抽着烟锅子，脸色阴森起来。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啊，有对小夫妻找我看事，说他们家小孩丢了，让我帮着找找。
我管他们要来小孩的姓名和八字。老仙帮忙看了一下，然后告诉奶奶，这孩子已经被人拐到了湖州。奶奶就说给他俩听。那小夫妻听完更难受了，哭着跪下求我奶奶，请他出马去趟湖州，把孩子找回来。我奶奶起初不肯答应，见那对夫妻神色凄惨，就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了下来。这其中的种种凶险和艰辛略过不谈，最后在老仙指引下，奶奶一行人追到湖州湘西，在永顺附近的大山里找到了孩子。那孩子被一个姓刘的捕蛇家族扣着，扣着干啥？养蛇。欧阳威听到这，连忙问道：“奶奶，什么是养蛇？”奶奶踹着烟嘴道：“是一种极损阴德的邪术。本来啊，这捕蛇人抓蛇是天经地义的。捕蛇人常年出没于大山深处，花数个月甚至数年跟踪捕杀作妖的大蛇，这原本是件为民除害的好事。但刘家不光抓蛇，还抓孩子，抓来孩子，关进漆黑的地窖里，再往里面投入大量的毒蛇、老鼠之类的玩意，让孩子和蛇鼠作伴。刘家每天只给孩子投喂2次生的蛇肉吃，起初投进去的蛇毒性比较弱，等孩子适应后，再慢慢加大毒性。这个折磨孩子的过程就叫养蛇。刘家试图以类似养蛊的方式，让孩子跟毒蛇在地窖里搏杀，进而模仿出蛇的生性。若是这孩子能撑过10年，就有机会练出蛇相。听到这，在场众人全体沉默，就连老成的马毅此时脸色也难看至极。白大姐，这蛇相又是个什么玩意？马毅问。奶奶叹着气说，蛇相并不是形容一个人长得像蛇，而是这个人他本身就已经不能算是人了。在漫长、残酷而黑暗的折磨中，他的人性被彻底消磨殆尽，只剩下极度扭曲的怨毒、阴损和对世界深深的恶意。蛇相者的内心宛如厉鬼，也只有练出蛇相的孩子才有资格学习刘家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最顶尖的邪术。其实湘西的捕蛇人和东北供奉蛇仙的女帝马都擅长控蛇，但两者一邪一正，仙家追求的行善积德，通过替人看事来获得善果，最终成就大道。捕蛇人正好相反。奶奶说，以前这帮人还算好的，附近村民被蛇咬了，他们还会前来医治，现在味道就变了。现在的捕蛇人一心追求所谓的蛇相，特别是刘家这一窝子，个个心如蛇蝎，和人贩子勾结，视人命如草芥。当时奶奶领着小两口一路跋山涉水找到刘家，问他们要孩子。一个干瘪老头走出来，嘻嘻贱笑，真对不住啊，你们要找的孩子没扛住修行，被毒蛇活活咬死了。那老头把孩子的尸体拖出来后，边笑边贱兮兮地问那夫妻，这孩子又笨又不经折腾，你家还有小孩吗？送来呀，送来呀！嘻嘻，那孩子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脸上被蛇咬得千疮百孔，跟蜂巢似的。看到孩子时，夫妻俩当场就崩溃了，扔下来嚎啕大哭。奶奶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家这小孩很好，很懂事，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这对夫妻也只是底层打工人，摆摊卖烤肠、烤冷面为生，供孩子上学极不容易。此时当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地狱也莫过于此了。马毅听到这也是气得咬牙切齿，那老头死了吧，我要能让他活着，我就不姓白了。奶奶一脸狠厉，当时老仙就放话了，这个寨子里但凡姓刘的一个不留，格杀勿论。我听得心脏狂跳，那一定是场阴森的死斗。那一年奶奶还年轻，老仙道行也正值巅峰，斗法的具体细节奶奶没说，但我能想象到当时场面的恐怖和欺杀。至此我奶奶和湘西刘家就结下不共戴天的梁子，这些年明争暗斗一直没停过，甚至后来我家老仙的陨落也跟刘家有关。蛇相赶来，我剥了他的人皮，给您缝件片袄子穿。说这句话时，欧阳威的脸色很白，马毅眉头紧皱，小姑娘可不敢托大，蛇相非同小可没那么好对付。他来回踱步，我最近被几件阴暗缠着，属实脱不开身。这样吧，白大姐，我派4个弟子来保护你。奶奶摆手，不用，我有个出生入死的老妹妹，掰的是烟魂的堂口，她今晚就到，有她在，我倒要瞧瞧那蛇相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东北5大仙家，狐黄白柳灰，这是人们所熟知的5大堂口，但除此之外，东北这边还有不少比较冷僻的堂口，其中拜厉鬼的堂口无疑是最诡异阴森，也是最凶的。厉鬼分2种，男鬼叫清风，女鬼叫烟魂，烟魂又往往凶过清风。我奶奶的那个老妹妹掰的就是烟魂的堂口，也就是说她家老仙是一位横死的女鬼。东北这边无论各路堂口的地马还是保家仙，都不愿意得罪拜烟魂的地马，因为实在太凶，是真的得罪不起。听奶奶说完，马毅还是不太放心，多点人多个保障。我那4个弟子虽然没什么本事，却也跟了我10几年了，别的没有，唯独胆子大，不怕死。奶奶点着头，眸子上下打量着
马毅突然阴嗖嗖来了句：“马师傅，你平白无故对老李家这么大的恩，这要我怎么报答才好呢？”这话表面看没啥毛病，但语调的确是阴损了些，带着点威胁和警告的含义。马毅愣了愣，干笑道：“我欣赏的是李三坡的才华，敬仰的是白大姐的为人，说报答那就见外了。”马毅给奶奶弄得有点下不来台，又寒暄几句，找了个借口就先走了。奶奶问起黑橡树的事，我将千师眼和大狐狸观想法说给她听。奶奶听完，神色阴晴不定。这两个树霸道归霸道，但弊端也很大。三坡，你是活人，长时间被阴气沾身，时间久了容易出事。欧阳威将剥好的橘子递给奶奶，容易出啥事儿啊？容易引来不干净的东西。奶奶厉声道。我低头不语。我也知道阴气对我气运不利，但眼下这情况我没别的选择，我不想到死那天还瞎着。奶奶也想不出太好的法子，等晚上你老姨来了，让她给你再好好看看。先来的是马毅的4个弟子，也就是之前帮我处理现场的4个黑衣人。这4人各带了一顶帐篷，还有些户外炉具、无烟煤、被褥什么的，他们也不进屋，在院子东南西北4个角各扎下帐篷，直接住在了里面。我想了想，步行去小区外的烟酒店买了8条华子，给他们一人发了2条。这4人都不太爱说话，拿了烟，各自猫在帐篷里闭目打坐。欧阳威下厨做了一桌子饭菜，等到晚上7、8点那会儿，烟魂堂口的女地马终于来了。我不知道她具体叫啥名，所有人都喊她老姨，我也跟着喊。老姨的年龄在50到70之间，不太好分辨。她中等个头，略有点胖，五官长得很不讨喜，有2个深深的大黑眼圈子。老姨脸上有不少皱纹，却画得红红绿绿，涂着极鲜艳的大口红子，还梳2个小辫，这让她整个人看上去既阴森又有危险感。老姨是坐着3驴子来的，下来后她指着司机鼻子道：“记住啊，今晚必须火化，不然要出大事。”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可我还没死啊！老姨头都不回，径直走进别墅。我和欧阳威是小辈，连忙起身招呼他。小时候老姨抱过我，跟我还算比较亲，一进屋就捏着我的脸。这小伙这小脸长得越来越俊了，我怕老姨，怕得要命，脸蛋被捏得生疼，我也不敢说啥。捏完我，他又看向一旁的欧阳威，脸刷地阴了下来。你这个小烟魂，水嫩水嫩的，居然还是阴阳双生，有点意思啊！欧阳威也很害怕老姨，吓得直往我身后躲。他不是烟魂，你别吓着孩子了。奶奶有些不喜道。老姨看向奶奶，咧嘴一笑：“姐，有日子没见了，你还好吧？就你话多，先吃饭。”老姨舔着嘴唇，给奶奶递上去一只脏兮兮的何首乌，这个是我在白头山挖来的，年份还不错。姐，你拿着补身子。奶奶收下礼物，大伙入座，开吃。我给老姨倒了杯酒，她一饮而尽，对我奶奶道：“姐，我没什么道行，但谁要敢欺负你，我就算拼个魂飞魄散，也不能饶了他。我就住这了，我哪都不去。那个什么蛇相，他但凡敢来，你看我不把他挫骨扬灰喽。”奶奶吃了口菜，翠儿，咱姐妹好久不见，你家那位大鬼仙修到什么层次了？老姨叼着块锅包肉，层次没怎么动，但咱就是兵马多，堂口就是硬气，就是豪横，谁来都不好使。老姨和奶奶边吃菜边说着话，这种层次的对话我也插不上嘴。给欧阳威夹着菜，我摸着他的小脸，你多吃，你都瘦了。然后我起身把提前准备好的饭菜给院子里那4人送去，他们也没跟我客气，接过来就吃。等我回来的时候，只见老姨旁边多了个空座位，一副空碗筷起出。我以为还有客人要来，只见老姨不停往空碟子里夹菜，然后点了根香插上去。我这才明白，她是在给她的老仙喂饭。香一点上，屋里的温度很快就冷了下来，头顶灯光受到未知磁场干扰，忽明忽暗的乱闪。我和欧阳威都挺害怕的，我壮着胆子用千尸眼瞧向那空座位，隐隐绰绰间，我好似看到穿黑衣服的女人，满头满脸的血，正坐在那吃着饭。我再一揉眼睛，女人消失了。再瞧那碟子里的饭菜，正肉眼可见的快速发黑变质。小孩子别乱看。老姨低头扒拉着米饭，她跟你对上眼了，你命就没了，知道吗？我吓得后背发凉，连忙点头答应着。我们边吃边听2位长辈说话，他俩聊起那年在湘西刘家寨子斗法的事。我这才知道，当年那场恶斗，老姨也在场，她和我奶奶一道，杀得刘家人仰马翻，尸横遍野。刘家寨子后来竟成了当地著名的鬼寨。奶奶饭量小，陪着老姨说了会儿话，就回屋休息了。老姨点了根华子，眯着眼吞云吐雾。三坡啊，你眼睛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别怕，总有办法解决的。我认识一个瞎子，30来岁，叫路土，人家养了3、4个碟仙，让碟仙给他指路。他虽然瞎，眼神却比所有人都尖，780度全景的透明底盘。我和欧阳威都惊得合不拢嘴，这就是我为啥喜欢听老前辈唠嗑的原因。此前我从未听过这世上有人敢养碟仙的，那玩意不比阴女子还凶得多，还养了3、4个老姨。这个路土
是个什么来路啊？也太可怕了吧！欧阳威吐着小舌头道。老姨吐着烟圈，只能说天外有天，吃我们这口饭的，永远都不敢说自己天下第一，因为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比你更厉害的。老姨神色惊悚了起来，那个叫陆土的瞎子道行当真是深不见底。不过呢，我能跟他说上话，要是哪天遇上了，我请他来给你看看眼睛。我们腾了个空房间出来给老姨住，他带来了不少行李。进屋后一件件往出拿，香炉、香案、小小的骨灰罐，我在一旁看老姨一件件往出拿，心里很是喜悦。老姨把香堂搬我家来了，这样一来，奶奶的安全再不用我担心了。布置好了香堂，老姨又往墙上贴了副黑色的对联，上联不惧人间亿万恶鬼，下联只怕阴间空无一人，横批在劫难逃。我和欧阳威好奇地看着，贴完对联，老姨又拿出一幅画像，画里是一条漆黑色的河，天地间的景物非常模糊，河边很远的位置站着个黑衣女子，垂着长发，贴上画像，摆好骨灰罐，香堂就算布置好了。老姨招呼我进屋，孩子，来给老仙上炷香，让老仙好好瞧瞧你。我走过去，跪在蒲团上，面对画像，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老姨看得满心欢喜，示意我起来，又让欧阳威过来。等欧阳威也磕完头，上完香了，老姨走上前，翻开我眼皮子看了看，询问我跟史细妹斗法的过程。老姨和奶奶是过命的交情，当了一辈子姐妹，我自然不必隐瞒什么，把那天斗法的全部画面，以及我运用黑橡树、千尸眼、大狐狸观想法的经过都告诉了她。老姨听完点着头，这两种法门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对阴气的消耗太大。她瞧向我身旁的欧阳威，光靠这水嫩的小烟魂来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欧阳威不乐意了，奶奶都说了我不是烟魂。老姨没搭理他，继续对我道，刚才老仙给我递话了，老仙说你这孩子懂事，看着顺眼，让我送你这个。说着，老姨从口袋里摸出个黑色的小玉牌，我连声道谢，接过玉牌子量，这玉牌和麻将牌差不多大小，薄，通体漆黑，摸着凉丝丝的，跟摸一块冰似的。玉牌散发着女性身上好闻的幽香。见我把玉牌戴到脖子上，老姨点着头，这是老仙当年在世时贴身戴过的物件，你带着它，下次和人斗法时就不用再担心阴气掉链子了。目前我势力的开启完全依赖千尸眼，这玩意就跟手电筒的原理类似，断了阴气就等于断了电，我就看不见了。这块玉牌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至宝。欧阳威也好奇地打量着那块玉牌，见我满脸喜悦，老姨收起笑容道，三坡，你别高兴得太早，你修炼的这个黑橡树是个啥来头，老姨不知道，他对你是造化还是劫，现在也还不好说，但这玩意太依赖阴气了。你一个活人，20多岁的小伙子，阳气正重的年纪，你身体里突然冲进来这么多阴气是很不好的。老姨坐在床上抽烟，寻常人沾染到阴气会影响到气运阳寿，这个我倒不担心，你好歹也算有那么一丁半点的道行，自有办法化解。我最担心的是这阴气太多了，会引来不干净的东西，把你当成他们的同类，别的倒没啥，主要是有些吸食阴气的死物，这些游荡在人间的阴森玩意是看不到活人的，只能看到阴气，这也是为啥大多数死物喜欢聚集在医院、坟地和凶宅等场所的原因，因为这些地方阴气重，而我身上的阴气浓度如果超过了1个阈值，我在这些不干净东西的眼里就成了黑夜中的灯塔，他们必会来找我。我和老姨商量着阴气的事，老姨对此也没辙，叹着气道，这阴气你不用还不行，你这对眼睛就指望着阴气来养呢，那能咋办？我想了想，突然问欧阳威，奶奶说你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你就不怕引来不干净的东西？欧阳威冲我皱着鼻子扮鬼脸，他们怕我才对。我嘴唇立刻哆嗦了2下，要不是仗着一手通天的风水造诣，外加黑橡树保护，我还真没胆子将这小姑娘留在身边。欧阳威坐到老姨身边，给她捶着大腿，娇声道，老姨，我能问你个事吗？老姨眯着眼抽烟，你问你知道怎么去阴间吗？老姨猛地睁眼，上下打量着欧阳威，你这小女娃才多大，毛都没长几根，问这个干啥？欧阳威脸微微一红，咬了咬嘴唇，我爹被困在下面了，我要去救我爹。老姨满头雾水，不解地看向我，我把之前在阴间的遭遇，从欧阳杰联合舅姥姥恶斗阴女子，到我爷爷偷黑橡树，包括逃命的过程，全说给他听。老姨听完开口道，走阴吗？以前老仙带着我可没少下去过，但阴间那地方啊，我每去一次就要做好几年的噩梦，能别去就别去了吧。
东北这边有极少数法力高深的地马会走阴，走阴也叫跳大神，一般都是地马让老仙领着下去帮着找过世的亲人，带几句话之类的。2000年往后，跳大神就很少见了，大多数堂口都没这资格，主要是道行达不到要求。我问老姨，你去过阴间，那地方是啥样的？和我梦见的场景是一样的吗？欧阳威对此也很好奇，注视着老姨。老姨摇了摇头，脸色阴了下来。那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雾大，到处都雾蒙蒙的，还下着大雪。起初我以为那是雪，后来才知道那是人间烧下来的纸灰。你说的马路、建筑物这些我也看见过，但你说每个房间、每扇窗户里都有座坟，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因为雾太大，也不那么好分辨大雾、纸灰。光是这2点就足以证明我梦见的地方的的确确是阴间。此前我还有些怀疑，现在终于可以肯定了。见欧阳威眼眶发红，老姨叹了口气，姑娘，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我倒是可以让老仙带你下去，不过呢，一次只能带1个人。欧阳威身子一颤，刚要开口，老姨朝他摆了摆手，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老仙心意相通，我自身就有道行，在下面出了事，我能应对，我应对不了的，老仙自会帮我，但你不行，知道吗？老仙不认识你，他只负责带你下去，路上出什么差池，老仙未必会管你。欧阳威死咬着牙，神色很是激动，我能自保，不用别人帮我。老姨摇头，孩子，你心里在想啥？老姨都知道。当初三坡去了阴间，毫发无损的回来了，你就以为你也能啊？不是这么个事。三坡是做梦去的阴间，这叫应劫，他只是意识去了那，魂儿是留在阳间的。这种情况，他被阴兵发现的概率就很小。你不行，你直接下去就等于违背了规则，阴兵必来抓你。老姨越说越严厉，阴兵你不怕，那阴将呢？黑白无常呢？你被他们扣下，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欧阳威的胸脯急促起伏着，终于不吱声了。我看他这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毕竟欧阳杰是为了帮我爷爷，才落入了阴女子手里。我想了想，说：“老姨，你能让老仙给打听下，欧阳叔现在是个啥处境吗？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老姨很痛快地答应道：“好，你俩先出去，我不吭声，你们千万别进来。”说着，他下床盘坐在蒲团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我和欧阳威站在门外观看，起初没看出啥名堂。过了几分钟，画面突然阴森了起来。只见一道漆黑色的影子从老姨后背钻了出来，那是个瘦弱的长发女子身影，和老姨微胖的身材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那影子出现后，像是在被风吹，长发是水草般不停舞动着。我看到这还不算害怕，无意瞧了眼香堂上的画像，我这才惊悚地发现画上的黑衣女子消失了。欧阳威也发现了，捂着小嘴指了指画像。我们十指相扣站在门外，死死盯着老姨。又过去了几分钟，老姨猛地睁眼，嘴里吐出一小口黑血。好了，她显得有些虚弱，站起身往地上啐了一口。我俩赶忙冲过来，给她又是倒水又是递毛巾。老姨喝完水，擦着嘴道：“那阴女子是不是住在204室？”我头皮一跳，阴女子的房号，我可连奶奶都没告诉。老姨能说出来，就说明她刚才是真下去了。你拿纸笔来。我将纸笔递给老姨，她当着我们的面就开始画。不一会，画出一栋孤零零的高楼来，是这栋楼吧？我一眼瞧过去，惊得双眼圆睁。老姨画出来的楼外形结构和我梦见的完全一模一样。我和欧阳杰当时去的就是2楼，203舅姥姥家，204阴女子家，207马邑。你爹没事？老姨坐下，沙哑着嗓子对欧阳威道：“阴女子没抓到他，让他给跑了。”我和欧阳威听了都一脸喜色。老姨一脸的很厉，老先上去敲门，找他打听你爹。起初还聊好好的，谁知那阴森东西满腔的怨气憋不住了，突然对老仙发难。刚才他俩在下面恶斗了一场，老仙受了点伤，但阴女子也没落着好说着。老姨松开紧攥的拳头，只见他掌心里捏着一把乌黑细长的女人头发，我们看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亲眼目睹这场斗法，我只能脑补其中的恐怖画面。老仙伤得厉害吗？我连忙问。唰的一声，头发丝在老姨掌心化作黑灰，她将灰扔进垃圾桶，拍了拍手道：“没啥大事，养2天就好了。不过那个阴女子的确是很不好对付。”老姨性子硬，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的老仙在阴女子面前是没占上太多便宜的。欧阳威冲老姨道谢，老姨笑着说：“能从阴女子手里逃走，你爹也不是个寻常人，他在下面自有办法存活，还轮不到你来担心。”好了，老姨有些不耐烦的摆手，2个小家伙哪来的滚哪去，让老姨清静清静。我们恭敬的道过晚安，退了出来。有老姨这样的高人坐镇，我感觉到无比踏实。院子里还有马邑的4个弟子连夜驻守，我不用担心坏人上门。欧阳杰的安危也有
有了着落，至少今晚我和小姑娘都能睡个好觉了。晚上睡觉时，黑色玉牌凉丝丝地贴在我胸膛上，我很快失去了意识。梦中仿佛看见了一个黑衣女子正背对着我梳头，女子发如黑雪，身材无比婀娜多姿，我甚至能在梦中闻到她身上的迷人幽香，和玉牌上的香味如出一辙。来哈市的这段日子，我依旧过着足不出户的半隐居生活。我每天除了画画，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坐，试图挖掘黑橡树的更多奥秘，毫无进展。黑橡树犹如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我这只孤舟彻底迷失在了其中。虽然搞清了一些词汇的含义，但一直没发掘出具体的树。我对树有发疯似的渴望。黑橡树的学习陷入停止后，我就时常找老姨请教，对斗法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在平淡的琐事中等待着蛇相的到来，可他却始终躲在暗处，迟迟不肯现身。我已经太久没听到湘西刘家的消息了。欧阳维承担起一切家务，既负责买菜做饭，还给奶奶买药煎药，每天起早贪黑，却从不抱怨什么。老姨起初不怎么喜欢他，后来也忍不住感叹，说我有福，找了个好姑娘。这天马毅上门做客，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赏着雪景。马叔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我随意问着。有件事你得帮我。马毅脸色有些发阴，一段日子没见，他眼角的皱纹又多出了好几根。我忙问他啥事，马毅说他手头压了几件阴案，没法处理，每一件都能要了他的命。阴案就是那种诡异到完全没有头绪，无论用科学还是玄学都解释不了的案子。大多数阴案前前后后被很多同行接手过，有人看一眼就知道处理不了，掉头就走；有人明知凶险，为了钱强出头，最终命丧其中。久而久之，阴案就成了没人敢碰的炸弹。马毅手头的阴案不少，但其中一个最让他头疼。马毅说，他从出道到现在30多年腥风血雨，从没见过这般阴森的案子。马毅压根就没想着接他，但这个案子的香客是戴帽子的，而且职位很高，高到连马毅都不敢得罪的地步。香客指名道姓，非要马毅处理。我去看过2次，马毅脸色难看至极，对方很强势，给的价钱很高。只是这个香客吧，身份很特殊，我要是拒绝他了，以后我也就没法在东三省混了。我这也是实在没法子，该找的朋友我都找过了，统统不好使。马毅满是期待地看着我，三坡，我现在只能靠你了。我听完很平静地对马毅道，马叔，我住的房子是你的，花的钱也是你的，你还派人来保护我们，我欠你太多了，再欠下去我就还不起了。这个忙我必须要给你帮到底，就怕我没那本事，到时候下不了台，让你面子上过不去。马毅听完脸色顿时一喜，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能找的人我都找过了，你也别有压力，过去看看。不行，我再想法子。我也不废话，立刻跟马毅出发。路上马毅跟我讲这件案子，那香客50来岁，有个80、90岁的老爹，那老头偏瘫，常年坐轮椅，大小便都要人伺候。前不久老头死了，死在了家里。到这阴森画面就来了，说那老头死后，香客喊来人要把尸体抬下楼，准备送去殡仪馆。虚了4个彪形大汉横竖，怎么抬死活抬不动。倒不是说那老头有多重，那是个干瘪的小老头，顶多90斤到头了。当时那老头脸朝枕头趴在床上，早就死透了，可双手却死死地抓着床腿，任凭你怎么抬他就是不撒手，床腿子都让他抠出印子了。当时看那画面，那香客心里也直犯怵，说爹啊，该走了，该上路了，你心里有啥未了的心愿遗憾，回头你托梦给我，我来解决。你留在这也不是个法子，你孙子孙女也都来了，你何必吓着孩子呢？反正说了很多好话，可那老头倔得很，就死抓着床腿子不撒手。大伙试了各种办法，统统不好使。后来香客一寻思，这不行，尸体抬不走，放屋里不得臭了吗？而且多不吉利啊，干脆连床一起往下抬。这次8个人一起上，谁知那床腿刚离地，老头竟自个跳下床，扑通跪倒在地，朝香客磕起头来。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老头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一具尸体对着活人磕头。对，我倒吸了口凉气，头皮嗡嗡作响。马毅说那老头尸体当时闭着眼跪在地上，朝他儿子砰砰猛磕头，头都给磕烂了。这还不算啥，最诡异的是磕头时那老头嘴咧嘴在笑，这画面谁能受得了？当时直接给那香客吓过劲了，当场晕厥，躺地上口吐白沫。在场那帮东北老爷们也都吓得边骂脏话边疯狂往外逃，老娘们更是吓得像热锅上的蚂蚱，吓出鸡叫声。这尸体你说还怎么办？没法搬了。马毅神色不详道，这会儿还在屋里躺着呢。看到这，有人会问，这香客不孝顺吧？之前老头在世时他就对老头不好，
老头有怨气，死后诈尸，用这种方式吓他儿子，也就不难理解了。不，马毅摇头，这个人吧，性格、人品各方面我都瞧不太上，但有一点不佩服还真不行，他对家里老人是真的很孝顺。以前我经常去他家做客，这个我最清楚。马毅告诉我，那老头生前对他那几个子女都挺满意的，特别是他儿子，老头要啥儿子给买啥，还专门给配了厨师、保姆、生活助理、医生团队，你想到想不到的人家都给配全乎了。老人享受的医疗条件也都是最顶级的。我听完皱着眉问马毅，马叔，你经验肯定比我丰富，依你看这是怎么回事？马毅双手交叉塞进袖口，很多年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案子，但跟这个不一样。当年有个案子也是老人一过世，尸体就开始闹腾，但那是让不干净的东西附了体，我请高僧来做一场法事超度他就完事了。这个不行，这老头啊就是一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尸体，你完全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不干净的气场，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附体，这样也就排除了同行作案的可能。马毅越说脸色越难看，很快眉头就皱成团了。车里一片死寂，只剩下发动机沉闷的声音。马毅突然问我，眼睛好些了吧？勉强能看到点。我轻声道，我很喜欢马毅这一点，有些事我不说他也不会好奇的过问，这个人很有边界感，很尊重他人的秘密。2个多小时后，车开进了小区，小区很不起眼，大概是10来年前的房子，总共就4栋楼。其实很多人有个误解，总想着有钱人必须住别墅，实际上大多数人别墅是住不惯的。我们进单元后，坐电梯来到6楼，香客家是601，敲门进去后，我一瞧，好家伙，外面看破破烂烂1楼，里面却别有洞天，将的面积全红木家具，老气中带着狂野的奢华。我扫视着四周，这房子给我的感觉很好，风水运转的恰到好处，没什么明显的硬伤，显然是找高人调过的。我和马毅换了鞋，进到里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披麻戴孝坐了20来号人，全部齐刷刷看向我和马毅。起初我以为这些人是亲戚，后来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只是香客的下属，给这种人当下属也够倒霉的。阳台边上站着个人，正边抽烟在打着电话，姓孙的。我不管你那么多，那个闽南来的师傅你必须给我安排上，现在就让他过来，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我告诉你，我父亲的尸体这会还搁屋里躺着呢，人你要是请不来，后果是什么你自己想去吧。这人长得一脸威严，面相上看应该是个既聪明精干又雷厉风行的人。他50来岁，穿了件薄薄的黑夹克、黑西裤、黑皮鞋，举手投足间沾带着高人一等的味道，一看就知道他就是马毅的香客。香客姓王，因为和谐的原因，暂且叫他王老板吧。看到马毅，王老板紧绷的脸略微舒展，挂了手机，大步上前，紧紧握住马毅的手。马师傅，你可算来了，我现在是火烧眉毛，等着你来救火啊！我父亲这个事，你今天必须给我解决了，再不能拖下去了。马毅咳嗽着干笑，你家这案子啊，确实很难办，我有这心，怕是也没这理。不过今天呢，我带来个很厉害的高人。马毅将我介绍给王老板，这位师傅名叫李三坡。王老板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有点不高兴，勉强和我握了个手。你带来的人咋这么年轻啊？行不行啊？风水看事这个圈子非常讲究资历，任何香客都只找最老的师傅看事，像小说里那种17、8岁毛都没长的小孩子就跑去给人看风水的，现实里绝不会存在的。他但凡敢去，是一定会被人打断腿扔出来的。我没吭声。马毅拍着胸口保证，你别看李师傅年轻，人家出生玄学世家，少年成名，手段鬼神莫测，很是厉害。可惜了。马毅仰天长叹，李师傅为了救人间苦难，泄露了太多天机，如今已是盲人了。王老板听完直愣愣看向我，他真是盲人？我不信。说着，他一把摘掉我的墨镜，我是闭着眼睛的。其实千师眼只要启动，睁不睁眼对我没太大区别。我墨镜被摘掉后，客厅里20多号人全好奇地盯着我各种瞅。一个老人突然叫我小伙子，我立刻将耳朵对向老人，这小伙子是货真价实的盲人。老人指着我，非常笃定道。王老板还有点不相信，你确定？那老人在王家辈分应该挺高。受到质疑，老人一下不高兴了，你个小瘪犊子，我还能骗你不成？我跟你讲，当有人喊你时，普通人的反应都是先用眼睛去瞟对方，盲人则不同，盲人是先将耳朵侧过来，对着声源去听，这个动作是绝对模仿不来的。我以前的战友就是盲人，让炮把眼睛炸了，他就是这样的。老人说的有理有据，王老板听完总算是相信了，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原来李师傅真是盲人啊！失敬，勿怪勿怪。其实社会就是这操性，甭管什么行业，见面第一眼都是先看脸，
风水通灵这个圈子也要看脸，脸上的褶子越多，自然是越好的。但王老板见我长得帅气好看，五官挂着仙气儿，银丝般的白发披肩，对我第一印象可能就好。再加上我盲人的身份，更为我增加了不少神秘感。这样一来，我年轻的缺点也就被他忽略了。简单客套几句，王老板带我们来到里面卧室，我带回墨镜进去一瞧，里面拉着窗帘，黑漆漆一片，这房间的温度明显比别的屋子要冷很多。我走进去看，房间很空旷，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全是黑白老照片、劳动之类的，墙角放着呼吸机、氧气瓶之类的零碎。最里面靠墙的位置摆着张单人床，床上躺着个老头，中等个头，极瘦，脸上盖着块白布。马毅打开灯，我上前掀掉白布，只见那老头闭着眼，双目深陷，一脸死气，和寻常尸体没太多区别，两个腮帮子也深深凹陷了下去。老头脸上、手臂上起了不少尸斑，奇怪的是，我却没闻到什么尸臭，好像进行到尸斑这个阶段，腐烂就停止了似的。死几天了？我问王老板，差不多1个礼拜了。王老板走上前，脸色苍白而惊悚，那不应该啊，这么久，按理说早该臭了。我坐在床边，李良那老头，老爷子死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有。王老板抹了抹脸道，我父亲心脏一直不好，年初开始昏迷，就住进 ICU 了，一直住到年底，大概1个多月前吧。省第一医院的专家组开会讨论后，说这么住下去，纯粹是让老人受罪，建议让我父亲回家休养，我们就把他接回家了。刚开始那几天，我父亲还是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突然有一天，他好像是大限到了，还是回光返照什么的，一下就醒来了，猛地从床上坐起。王老板揉了揉眼睛，当时看他醒来，我还挺高兴的。谁知父亲醒来后，整个人很惊恐，一直嚷嚷着不想死，家人就都过来安慰他，可老头不停就说他昏迷。这一年梦见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方，那地方太吓人，太阴森了，还说他马上就要去那了。老头双手死死抓着床单，双眼睁得老大，脸上的肌肉被深深的恐惧扭曲了，嘴里一个劲喊着我不想去，我不想死。听到这，我几乎可以确定，老头梦见的地方大概率是阴间。我也梦见过那起初。王老板认为父亲在说胡话，也没太当回事。直到走的那天，大早上，老头突然指着床对面的墙角，撕心裂肺的大喊：“你们看到没有？那站着个人，黑衣服，白裤子，舌头吐得老长，他冲我笑，他在冲我笑。”听到这，我首先联想到的是黑白无常。当时王老板也这么以为，可他父亲却矢口否认，说那人绝对不是黑白无常，黑白无常是好人，这个人坏，白无常从来不笑，这人笑得很阴，很卑鄙。老头指着空无一人的墙角，又哭又喊，瞪大的双眼里满是黑色的血丝。家人不停劝他，安慰他。老头终于不叫唤了，躺下，可脸色依旧惊恐无边，嘴里不停念叨着：笑什么？他笑什么？他要带我去哪？不对，他咋笑得那么坏啊？我不去，我怕，我不去，我不想死啊！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上午，老头终于在巨大的惶恐和精神折磨中去世。死后，老头双眼圆睁，嘴巴张得老大，一张脸上3个漆黑的大洞，那凄惨而恐怖的画面把在场几个孩子都吓哭了。我听王老板讲述完，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也开始犯怵了。我摸了下老头的脸，冰冷无比，皮肤早已失去了活力，干枯的像层蜡皮。马毅说的没错，老头的魂儿早就不在了，他现在只是一具空荡荡的尸体，在这具尸体上不存在任何气场。我回头一脸古怪地瞧向马毅，我只精通风水和命理，可这个案子已经是属于通灵法事的范畴了。马毅明明知道我不擅长通灵，他却硬请我来接这案子，他心里打的是啥算盘？想看我出丑？不至于，我和他没仇没怨，我出丑了，对他马毅又没半点好处。我在瞧马毅时，马毅也瞧着我，我在他脸上解读不到任何情绪。从某种程度讲，马毅就跟床躺着的那具尸体一样，身子还在，魂儿却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李师傅，王老板小声对我道，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冲他点头，你说。接下来王老板的一段讲述听得我和马毅都吓坏了。那天王老板喊人搬尸，老头死活不走，后来竟闭着眼跳下床冲王老板下跪磕头，结果恐怖的还在后面。磕头的事发生在上午，王老板受了刺激，当场晕厥。醒来后他想了想，就把家人都赶走了，自个留下陪着老头说话。爹，你说你跟我磕啥头啊？他正说着话呢，就看原本躺在床上的老头身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做起了一系列诡异的动作。什么动作？马毅连忙问。我不好描述。王老板额头开始冒汗，有点类似广播体操。广播体操，这画面我光想想心里都毛烘烘的。我假意起身，在屋里踱步，装出一副眉头紧锁的思考样子。其实我想跑，要不是马毅在，我欠着他人情，我可能真就找个借口上厕所夺门逃跑了。这钱不是我能赚的，可偏偏我又不能跑。
丢马邑的人更丢自己的人。这些动作我父亲每天都会做。王老板朝绕着屋踱步的我道：不定期，但最近2天的频率高了不少。马邑摸着下巴思索，不如这样，请几位背尸工来，这些人是专门做这个的，很专业，没他们背不走的尸体。来硬的。王老板眉头一挑，咬牙瞪着马邑，不行，绝对不行，我父亲这样一定是有未了的心事，不查清楚就强行带走火化，那我这个做儿子的和畜生又有啥区别？本来让下属披麻戴孝这件事，我挺讨厌王老板为人的，现在看是我片面了，至少在孝顺这块，老爷们没毛病。马邑还想开口说什么，就在这时，床上的老头动了，老头闭着眼，突然翻了个身，面朝着我们开始蹬腿，双臂也跟着摆动，可他的肌肉早就僵硬了，骨骼也支撑不了这些动作，关节发出一连串生锈的骨裂声。这尸体一动，场面上的气氛瞬间恐怖了起来，我们3人都吓了一大跳。那老头一直保持这个动作，腿脚不停动着，像是广播体操，又有点像在蹬自行车。爷爷动了，快看啊，爷爷动了！门外一个小孩大喊着，王老板铁青着脸，大骂着把他赶走，反手关门。我死死盯着那老头，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老头不停摆动着胳膊腿，到后来嘴巴竟然也张开了，有点像是在喘气的意思。他在跑步。我冷声道。王老板有些迟疑，那他为啥跑步呢？马邑看得直摇头。不管怎么样，先送殡仪馆再说，再这样拖下去要出事。王老板犹豫着问我，李师傅，你的意思呢？先带走。我指着门外，你家大人孩子这么多，万一后面真诈尸了，伤到人咋办？低着头想了想，王老板一咬牙，终于点了头。马邑二话不说，立刻给背尸工打电话。谁知对面听完地址，一声不吭，居然直接给挂了。马邑脸泛难色，不停划拉着通讯录。你家这事儿闹的确实影响很不好，现在我估计全哈市的殡仪馆都知道你家这件案子了，没一个敢接的。王老板急得团团转，这怎么办？你们2个到底行不行啊？快给我想办法。马邑脸色很是尴尬，对方身份特殊，他得罪不起，只得求助地看向我。我立刻给老姨打电话，听我简单说明完情况。老姨嘿嘿笑着，小事，老姨给你喊个人来，分分钟解决。挂了电话，我们去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老姨喊的人来了，这是个30出头的中年人，矮个，扛得很壮实，留着浓密的胡渣子，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也满是油污，像是刚从焚尸炉里钻出来一般。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官粗犷，剃了个狗啃似的光头。王老板还想再复述一遍事情经过，可人家根本不听，进屋看了眼尸体，背尸工二话不说，一把将老头扛在肩上，跟扛个枕头一样轻松。这次老头居然没反抗，众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之前王家前后不知请过多少人背尸工了，然后被老头反复拉扯，吓走过多少波人了。想不到这么难背的尸体，老姨那边叫来个人，轻描淡写就搞定了。背尸工扛着老头径直走向电梯，王老板紧随其后。慢点啊，师傅，轻点。等电梯开门后，那背尸工转过身来，用很生硬的语气道：“2人1尸方可乘坐电梯，这是我的规矩，多1人少1人都不行，你们出来个人陪我一块下去。”我去吧，王老板自告奋勇。谁知那背尸工瞧都不瞧他，冷冰冰的双眼扫视众人，指着我道：“你阴气重，就你了。”我不好推脱，只得硬着头皮进了电梯。进了电梯，我按下1楼，反手往背尸工兜里塞了2包华子。兄弟，干你们这行的胆子应该都挺大的吧？背尸工摇头，胆子大没用。我问他为啥，背尸工说，干我们这行胆子再大，吓死也是迟早的，只有不想活的一心求死的人才能当背尸工。他回头看了我眼，因为你只有这样了，那些东西才肯放过你。他说的没错，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鬼见了也得绕开。我细量那背尸工，心里很好奇，这个人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我们说着话，电梯刚过4楼，突然咔嚓一声巨响，停在半空了。不好！背尸人脸色大变，要出事他不敢拿我怎么样。你不行，你快往后退，电梯就这么窄一点地方，我能往哪退？大哥，2人1尸，坐电梯不出事，这可是你说的。我不停按着电梯开门键，无奈道：“你还专门选了个阴气最重的我来陪你。”那背尸人脸色煞白，满头满脸的冷汗。2人1尸是当年师傅定的规矩，我15岁开始背尸，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师傅还说，让阴气重的人压尸，才不容易诈尸。老头躺在背尸人肩膀上一动不动，狭窄的电梯里气氛诡异无比，我有些哭笑不得。你刚才不还说你一心求死才当背尸人的吗？这一出事咋给你吓成这样了呢？那背尸人很是认真道：“师傅说背尸背的是善果，
要是因为我害死了你，善果就成恶果了。我是怕你出事，我没吭声。这位大哥有点意思，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谁知下一秒，电梯灯竟直接灭了，两人一尸被困在了黑处处的电梯里。这种情况，我起初是很害怕的，腿都在打摆子。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这是命，我得认。老头诈尸，谁都背他不下去，偏偏这位大哥一出面就给背走了。坐电梯时，大哥谁都不选，偏偏又只选了我。电梯里一片死寂，在无边的黑暗中，诡异在反复拉扯着我的神经。我离下风，只隔着一层粉色薄膜了。电梯里一片死寂，鸦雀无声。我正感叹着命运无常，黑暗中一双手悄无声息地按在了我肩膀上，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啊的大叫了声，耳边立刻传来背尸工的声音：“别怕，是我，你没事吧？”我可算松了一大口气，哥，不带你这么吓人的。下一秒，我耳边轰的一声巨响，电梯开始快速下坠，显示屏上的灯终于亮了，数字在快速下降：-1、-2、-3、-4。这小区连地下室都没有，这些负层是哪来的？我就去你妹的吧！接下来我就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电梯里，周围亮堂堂的围满了人，背尸工和老头也躺在我身边一动不动。李师傅，李师傅！王老板用力摇晃着我，快叫医生！不用。我慢慢爬起来，擦着脸上的冷汗。马毅搭了搭我的脉搏，确认没事后，又去掐那背尸工的人中，掐了好半天，背尸工可算醒来了。他迷茫地看向四周，似乎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众人把我俩扶进屋，休息了会，又喝了些水，总算缓过来了。我问那背尸工，刚才好端端的，你咋突然消失了？他想了想，对我道：当时电梯里黑漆漆的，我正和你说着话，扛着的那具尸体突然用手捂住了我的嘴，然后我就啥都不知道了。再醒来时，我俩都躺在了电梯里。我眉头紧锁，沉默不语。王老板让背尸工把他父亲扛回屋，然后又对我们道：刚才你们进电梯后，没一会电梯就卡在4楼不动了。我们还纳闷呢，马毅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等了大约5分多钟，电梯又回到6楼了。一开门就看你俩晕倒在地上。马毅环顾四周，把我跟王老板叫到一旁。不行，老爷子的怨念太重了，重到连楼都下不去，咱们得想别的法子。马毅分析，刚才我俩在电梯里所遭遇的幻境，就是这老头的怨念太过浓烈，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侵蚀了我们的意识所造成的。我在地下18层所看到的黑暗空间，也是老头怨念弄出来的。王老板听完，低着头直叹气。我父亲有怨念，他不肯下楼，怎么办？我想了想说，你先清场，立刻让不相关的人离开。王老板大声招呼众人，这没你们事了，都回去吧，快走快走。那背尸工走过来，伸手管王老板要钱，说好的500你还没给我呢。王老板是气不打一处来，你特么还有脸要钱？你背下去了吗你？背尸工急得两眼通红，偏偏嘴又笨，半天想不出个词。那怎么行？我连忙将背尸工拽到一旁，偷偷往他手里塞了3000。他是老姨喊来的人，我哪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其实我这么做并不是在打肿脸装大款，我也穷碎了的人，但这3000我必须得花。这个人可以当朋友，我有心结识他。背尸工诧异地看了我很久，眼眶突然红了。这人是个直性子，也不跟我磨叽，拿了钱感激地对我道：我叫杨业，你以后有事随时叫我。包括背尸工杨业在内，顷刻间客厅里众人哗啦啦全走了，只剩下我、马毅和王老板3人。2位师傅，王老板给我们倒茶递烟，神色很是阴霾。我相信2位都是哈市最顶级的驱魔先生。我听得直皱眉。我一看风水的，被你这么叫，你干脆叫我驻马店驱魔师呗。马毅也没吭声。王老板继续道：我也不废话了，我表个态吧，50万，我愿意出这个价钱买我父亲入土为安。我刚想说话，王老板冲我嘘了下：你先别急，我丑话说在前面，我这个人这辈子最恨被人拒绝。今天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2位师傅了，办好了我当场给钱，办不好你俩就去坐牢吧。是的，人家就是这么豪横，而且这还不是危言耸听，他还真就能让我们坐牢。我摘掉墨镜，不停揉着眼睛。接下来马毅说了一番话，直接惊碎了我的下巴。50不够，我要100万。我和王老板都没想到马毅会突然狮子大开口。王老板一怔，指着马毅破口大骂：你特么趁火打劫是吧？去你妈的，这点破事用得着100万？姓王的醒醒吧！马毅怒目圆睁，口吐雷音：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这位李师傅还有刚才那个背尸工，他俩都是有道行的高人，要是换成别的来，刚才已经死在电梯里了。真要闹死人了，第一个坐牢的就是你。马毅这番话中气十足，震得头顶吊灯都在摆动。王老板面如死灰，他一声不发地背身思考起来。马毅声音略微和缓：为了救你爹，我们可是赌上了性命的。
我们的命难道还不值100万吗？王老板一声不吭，权衡一番利弊后，终于还是点了头。马毅把我叫到里屋，小声问：三坡，你有招吗？我有些哭笑不得。马叔，你胆子也真够大的，你都不知道我有招没招，就敢先要人家100万，那我这要是没招呢？马毅笑着悄声对我道：这笔钱就该照咱狠狠的赚。来之前我就算过，你肯定有招的。我看了他一眼，走进屋，我死死盯着床上老头。眼下第一步是要搞清楚这尸体为什么自个会动。我一咬牙，对着床上老头比划出手势，用上了大狐狸观想法，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招。这个要是再不好使，那就真没办法了。眨眼间，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阴暗的小树林，只是这一次，那个坐在蒲团上的男子并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他的位置被一个干瘪的小老头所取代。这老头正是王老板他爹。画面里的老头正在树林子里奔跑着，边跑边不时回头，惊恐地往身后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似的。老头脚下延伸出一道漆黑的人影，影子和老头本体也做出同样的奔跑动作。这似乎是句废话，但我却立刻看出了其中的玄机。收回术，我立刻对王老板道：这具尸体是你父亲在阴间的投影。王老板不解地看着我，投影？什么投影？我很精简地解释给王老板听，你父亲死后魂魄去了阴间，他在下面奔跑，同时他留在人间的尸身也……王老板马上听懂了，也在奔跑。我点着头，对，尸体和魂魄一个在阳间，一个在阴间，动作是同步的，这也就解释了老头死后尸体无缘无故间歇性做出奔跑动作的原因。马毅听完不动声色，偷偷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可是王老板死死盯着床上的父亲，那天他突然下跪冲我磕头，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你可别告诉我当时我父亲正好也在下面冲人磕头吧？我不置可否，这个不好说。我其实也挺纳闷的，正常的尸体哪怕再大的怨念也绝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反应，你父亲的情况很特殊。我犹豫片刻，斩钉截铁地对他道：眼下最好派个人下去看看，找到你父亲问问，自然就知道了。王老板额头青筋乱跳，那派谁去呢？我直接看向马毅，这位国字脸的风水大师可是下阴间的老手了。见我们都盯着他，马毅吓得急忙摆手：不行不行，三坡你还记得吗？我早就说过，阴间根本就不存在，我是坚定的无神主义者。再说了，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就放过我吧。我大有深意地冲马毅笑了笑，没有点破他，这回没工夫扯别的，先把老头的事解决再说。我独自来到楼道，给老姨打电话，听我汇报完情况，老姨嘴里吸溜着烟，就这点破事用得着我来吗？我还要看着我姐呢。孩子你别怕，你现在就下去找到那老头就完事了。我说老姨你就别玩我了，你那天还说阴间太凶险，不是我们这些小孩能去的地方，我一个人孤立无援，下去万一碰上脏东西了，我可就回不来了。傻孩子。老姨嘿嘿笑着，老姨给你的那块黑玉你还带着吧？我带着呢。啊，咋了？老姨，那是老仙当年在世时贴身带过的玉，我一会儿跟老仙打声招呼，你这边一下去，老仙立刻就能循着玉找到你。你在下面有老仙带路，你只负责跟着他走，路上遇到啥东西了，你一叫唤，老仙就把他们赶走了。有老姨给的定心丸，我心里总算踏实了。老姨跟我说这走阴的法门，我教你怎么下去啊。你先找一段绳子，红色的。我凝神听着，全部记下。咳嗽了声，老姨语气严厉起来，有件事你要知道，下去以后甭管路上遇到谁你都别怕，唯独有一种骑高头大马的人，这种你一旦碰上了，立刻远远躲开，千万别让他看到你。我好奇地问老姨，这个骑马的人是谁啊？老姨沙哑着嗓子，你别管，总之遇到了就赶紧回避，那东西阴邪到没边了，别说你了，连老仙看了都要跑。我知道了，老姨，我答应着，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你给我找段红色的绳子，不用太长，10米就行，但必须够结实。我对王老板吩咐道，再找个火盆子，一沓黄表纸，另外我还要你父亲的姓名、八字和遗像。王老板二话不说，立刻安排人去准备。马毅有些替我担心，三坡要实在没把握的话，你就别硬接了，咱不行再想别的法子。我冲马毅点头，放心，我有十足的把握。我缺钱，缺得要命。之前马毅给的30万，欧阳威拿去给奶奶买老参，再加上我们一家子日常开销，花了至少有一半了。现在又多了个老姨，老姨喜好抽烟喝酒，而且只抽好烟喝好酒。这尊菩萨属实不好伺候，偏偏这尊菩萨我还必须要供着。湘西的蛇像对我是个大隐患，我都巴不得再来他10个老姨呢。外加马毅那4个弟子的开销也算到我头上了。总之这钱每天流水地花，没有进账哪能行？再说我欠了马毅太多，做这件案子不光是钱，也是为了还他人情。见我胸有成竹，马毅也就没再说什么。等到下午那会儿，王老板的下属总算把我要的所有东西全部备齐了。